立，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农历11月17。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奥克兰南区发生大火，1.6公顷植被被烧毁。11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奥克兰南区 Mount Green Mountain 发生可疑火灾，大火烧毁了1.6公顷的土地。据消防部门指挥官介绍，大火吞噬了一大片膝盖高的草丛，还烧掉了一些圣诞花束。附近地区的居民能够闻到燃烧的气味。由于火灾发生地点距离道路很远，现场消防人员很难接近，消防员采用了直升机灭火。火势被控制住之后，他们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用水管灭火。据介绍，起火原因很可疑，因为该地区没有点火源，相关部门将会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发言人表示，大火对公众没有构成威胁，但由于该地区的浓烟，建议人们待在室内并关闭门窗。奥克兰2019至2020预算案草案发布。奥克兰市长 Phil Goff 在年度预算案中承诺，将会投资用于收入增长、基础设施和应对气候变化。在奥克兰市议会财政和绩效委员会收到的年度预算案提案中，详述了一项27亿纽币的支出。这笔支出将用于提高清洁工的工资至生活工资水平，降低儿童搭乘公交车的票价以及环保项目。Phil Goff 说，市议会还需要在气候变化方面以身作则。继6月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以后，我们将在本次预算案中削减碳排放，而在我们完成行动框架后，将会进行更多实质性的改变，他说道。在过去的10年预算案中，有 1.3 亿纽币将投资于应对气候和沿海资产管理。在预算提案中包含了270万纽币，用于将奥克兰的植树活动扩大 50%， 并计划在未来3年内至少种植150万棵树，以吸收碳排放。其他提案包括逐步将生活工资扩展到市议会清洁工，并在未来3年中每年投资50万纽币，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即涨停，全球市值最大企业正式诞生。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当地时间11日上午在沙特国内的利雅得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号为2222。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此前确定的股票发行价为32沙特里亚尔，约合8.53美元。首日上市前的公开喊价阶段，股价即飙升至35.2里亚尔涨停。沙特阿美也以此正式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韩国正式收回4处美军驻韩基地。据韩联社消息，韩国青瓦台11日表示，韩国当天下午在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联委会会议上决定，韩方正式收回位于江原道元州市2处、仁川市富平区和京畿道东豆川市的共4处美军驻韩基地。报道称，双方商定将继续就污染净化责任、加强驻韩美军所用基地的环境管理方案、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问题进行磋商，并以此为条件，美军立即向韩方返还上述基地。报道还提到，在韩国共有80处美军基地，其中有54处已在美军迁往平泽后返还。当天4处返还后，尚有22处有待收回。据悉，双方还正在就韩方收回首尔龙山基地等事宜进行协商。美军驻阿富汗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逾30位平民受伤。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7点钟过后了啊，我们就要进入到《朝闻天下》的内容了。不知道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准周末呢，还是准假期呢？是有多少朋友明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呢？不知道啊，我们要来看一看了。那下周的周一做节目的话，如果我看路况，应该就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上班了。是下周的路况，按照预计应该是比这一周会好很多。当然也不排除有很多朋友下一周依然是要坚守在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对吧？那是了。但是这个我们来看吧，也不知道到底啊是什么情况，因为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它的这个时间毕竟不是特别的，就是恰当，它正好是没有你想，它正好是在一周的当不当正就是对吧？正中间，前面还得工作，后边也得工作。对于很多人，只有那个所谓的 public holiday 啊，尤其是很多服务业来说，所以说呢，今年就没有很长的连在一起。过去好多年了，都是要不连周一，要不连周五，要不就反正就是可以和周六周日连着。现在这个状态我不知道啊，所以不知道大家都是工作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大家要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工作。不过这个也没有关系，虽然我们下周还要坚守岗位，但是我们并不是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对，咱们早嘛，对不对？对，基本上6点半之后，这个路面上的这个状况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其实最近造成拥堵最主要的原因，大家知道是因为那个就是公交车罢工。对这个事儿吧，你说罢工，他们想采取的方式还不是罢工，他们只是不收钱。结果呢是人家那个就是资方等于 NZ Bus 就说那你就别开了。对吧？所以就导致很多线路现在仍然没有全部都是处于很多的线路都是停运的，还有一些线路呢是由其他的那个就是公交车的公司来代运营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我一会儿会在新闻当中会跟大家来讲到，还引起了冲突，就因为代运营这件事儿。现在这个 bus 公司整个的非常的混乱，所以大家呢，反正最近如果有要乘搭 bus 出行的，我是劝大家，就算你看到了 bus有代运营的那种，也尽量先别坐。最近指不定能不能开到目的地，就这么说。我真的就是现在特别混乱，所以我听到身边很多的人说，就是平常可以去市中心坐 bus 去的，现在都可能能转成火车的，但毕竟火车是线路有限嘛，所以很多人转不了怎么办？就只能开车了。这也是导致现在最近非常拥堵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我估计可能得到明年了。这马上圣诞节了，今年估计谈不拢，那明年就是要到元旦之后才开始正式再谈了。所以大家反正有 bus 出行的朋友得稍微留意一下了啊，先把这件事情跟大家提醒提醒。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早上当然也有非常丰富的国际和新西兰新闻的部分，还是快速的让我们来浏览一下，究竟有哪一些内容是您不想错过的。那么首先第一件事呢，我们就会聊到关于这个英国大选，距离其实我们新西兰已经到12号了，对，英国还有10个小时左右，就要开始投票了。那距离投票最近的这一次民调呢，是看到保守党的优势是大降，所以现在又有一点说他们俩并驾齐驱的这个感觉了。所以我们来看到底花落谁手。是这个越是临近大选，有时候这个结果还真是不好说。对，你看早前的时候，咱们一直觉得说这个保守党呢可能优势还是比较大，对，基本上胜权在握。但是你看到现在，当然了，这个民调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准确，最后还是以实际投票的结果为准吧。我们拭目以待，好吧？那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我们新西兰本地的一些新闻。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优先党的部长也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破口大骂我们这些农民，说他们是 redneck 的这个Shane Jones， 对 Shane Jones， 他呢正在这个
国会开会的时候，应该是突然就坐着轮椅就出来了，也不知道这个身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一会儿我们也为大家来实时的关注一下。对，反正他自己说是工作太累了，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反正一个小插曲跟大家来说。那么今天的重头戏其实是2份预算案，一份是中央政府的，一份呢是市政府的。那中央政府的当然这件事情呢算是比较确定的，市政府这个还要经过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民调的征集呀，然后还要进行修改呀，等等等等。但是中央政府的这个是它的半年国家财政动态，那么这个动态当中最主要的说到的就是我们的盈余部分要花到哪儿。另外就是说到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到底要花多大力气。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消息就是，未来4年中央政府将会追加129亿，专门用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度了啊。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好的，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关于2019年这么1年的时间啊，有哪些我们关注的大事。我们还没说那个市政府的预算呢嘛。市政府的预算。刚才我说的是中央的。对。那么奥克兰市政府的预算呢，也是2019到2020年的这个预算，在这个预算当中呢，也有27亿纽币，都是大数啊。那这个市政府当中的27亿纽币又打算怎么花？大家就听一听吧。反正这些钱129啊，什么27亿啊，全是我们的钱。中央政府看看怎么花，市政府看看怎么花，大家呢作为是吧金主爸爸们的我们纳税，我们也是金主爸爸嘛，对不对？对，其实这么大的这个投入啊，说白了，我们其实都在里面贡献自己力量，我们也都是参与到其中的，那当然，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要看看到底会不会用到我们身上啊，一会儿来讲一讲。那么当然今天是星期4，所以说呢，按照惯例，我们还会在9点钟之后跟 Peter 老师来进行连线。这一周的算是我们最后一个周4了嘛，年末岁尾嘛，年末岁尾，所以说呢，也是会跟 Peter 老师来今年做的最后一次连线了。那么昨天也跟 Peter 老师在那边探讨，除了我们会聊到今天可能会比较关注的，像这个英国的大选的问题呀，美国的弹劾的问题之外，我们主要呢也会跟大家来回顾过去的2019年，有哪一些大事，或者是哪一些爆炸性的新闻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又给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格局带来了哪一些的变化。没错，通过这个总结，我们一方面是回顾过去，一方面也是展望未来，对吧？这个不是套话，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有句话说的好，叫以史为鉴嘛。虽然我们刚刚过去的这1年，你要说的有多长也不长，但是毕竟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那通过这1年当中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推导出来明年是不是？你比如说英国的这马上12月底的这个大选，那很可能会影响到未来1年，甚至说好几年英国的，比如说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走向。因为现在毕竟呢，这2个并驾齐驱的马车是完全不同的朝向，所以会给英国带来不同的未来。这倒的确是，而且今年说真的，大家想一想，是很动荡的1年哦。是，咱就不说国际了，咱就说咱新西兰本地，是吧？今年多少事儿啊！然后各种什么，从3月份枪击，然后一直到这1整年，你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火灾也好啊，然后这个有山火啊，然后还有那其他的什么事故啊之类的，这个就更多了，就不说了。反正这1年真的是觉得咱们新西兰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年是水逆呀，还是犯太岁呀？要不然我们也可以问问大家嘛，不问国际上，这样吧，就说国际上，因为今天正好跟Peter老师说，没错，在国际上，2019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一条新闻是什么？之最可以是新西兰的，也可以是国际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盘点，是吧？对，那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节呢就先告一段落，一会儿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商家好介绍之后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国际部分的内容。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
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7点18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目前的路况信息。真的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公交车罢工的一个影响，还是就是大家年底了非常忙碌，反正现在的拥堵啊特别早，而且特别堵，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意外呀。Anyway 了，大家来看一下啊，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基本上呢是从 Manukau 开始。哦，我才发现这个地图不是我控制的，是吧？是导播在控制的。哦，你一直以为？我想说为什么他自己在移动？哦，因为我也在打着同样的音乐啊。Anyway 了，就给大家来看这个路况，是从 Manukau 开始啊，我真的是好白痴啊！一路现在断断续续的啊，到 Cable Pass Road 都是黄红相间的比较拥堵的情况，中间稍微有那么。哇，那我觉得能有200米就不错，是那个恢复绿色行驶畅通的，其余的基本上全部都是黄红，而且黄色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也非常低，基本上过了 East Tamaki 开始，一路到看啊，快到这个。过了 Green Line Alice 差不多到 Green Line 了，全线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然后过了 Green Line 之后呢，到 Cable Pass Road 是黄色车多，过了 Cable Pass Road 之后恢复畅通。那么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也是非常好报，从 Royal Road 开始，现在一路过了 St. Luke's 全红，中间都不带变色的，稍微在 Greenhouse Road 还有一段黑色大塞车，然后呢 Tiatatu 的这条路上上高速的路口现在也是黑色大塞车，你说是不是很奇怪？现在这么堵。对，要说今天我出来的这个感觉，感觉路上还行。对呀，对，但是特别堵，看一到了这会儿7点来钟的时候，其实
尤其是最近这一周吧，包括上周的周4、周5那2天，我印象当中就是拥堵还真的是比往常要严重一些。Anyway 了，那么接着呢，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也是一样的，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到 Constellation Drive 都是黑色大塞车，然后过了这段之后到 Eastman Road 同样也是红色，交通拥堵。中间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也可以看到啊，大部分是红色，还有断断续续的有小段的黑色大塞车的状况出现。然后要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eva 也是黄色车多，再过了 Oneva 之后呢恢复畅通。今天把这地图放大才看到，你看其实北岸很多小路上，不仅仅是连接高速的小路上，就平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主路的一些路也挺堵的，像 Glenfield Road 现在看起来就是挺堵的，所以大家无论如何像 Lake Road 都是挺堵的，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驾驶的安全。另外呢，就是稍微提前一点点出门了。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到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这个时间段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新闻了啊。不过在上一节当中呢，就问到大家，2019年世界上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大事儿，要不加思索的立刻说啊，不要想谁大谁小，这个就没意思了。就是你一下子问到之后，立刻想到的那件事儿是什么？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说了，我不在这边跟大家说，大家就是我们的听众观众说了什么，这样就阻碍了思路嘛。没错，所以先让大家想你的是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大家再可以啊共同的来参与进来。你是发信息也好啊，是打电话也好啊，都可以啊，来跟我们说说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是。接着啊，我们就把新西兰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些其他的大事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今天双12。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日子，对于很多的应该说是爱购物的朋友，这就是双11之后的另外一个补货的好时机。对，双12也是个现在，尤其是在中国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物节。这个影响其实你要说不亚于双11吧，可能是有点夸张了，但是真的这个双12。其实销售额还是蛮高的。那么除了我们说中国方面之外，在新西兰今天也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给谁做广告啊，但是今天呢，就是现在这种，你知道吗？商家就是这样的，哪个国家的这种购物节他们都过，就是为了能够吸引顾客嘛，就蹭热点。对，所以双12呢，在新西兰这边有很多的店铺都加入到了就是这种打折购物啊、购物节这样的一个庆典当中来。所以今天正好又是周4，所以又赶上 late night。所以很多的店铺啊，等等等等，都会有很大的折扣。我听到的，比如说像那个 Rebel Sports，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有50%的折扣。然后那个直接半价，然后 Briscoe 也是有50%的折扣，这是我听到的啊。还有像什么那个，就类似于像 Westfield Shopping Mall，今天都 late night， 所以有很多都会有折扣的。哇，那这个如果说像刚才小张提的，在这个家居的这个用品方面或者体育用品方面有需求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对，而且现在不是正好是马上圣诞节，大家在买礼物嘛，所以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必要说，对吧？你要能赶上折扣，何不去呢？所以说大家今天下了班，反正也 late night， 我看很多地方都开到 midnight， 开到12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趁此机会也把你要该购物的购物了。是，这是双12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当然就是英国的大选了。他们竟然选了双12，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这是要买1赠1吗？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来梳理了一下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就是大选嘛，英国的大选方面，说双12今天，反正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本来以为保守党的胜算在握，但是渐渐的呢，好像又这个叫什么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呢，现在甚至啊，在英国那边，我看今天早上，当然英国还是半夜啊，就说发回来的信息是说，现在有点悬呢，就指不定谁跟谁
就谁到底会真正胜出？是这个，我觉得无非就是2种情况，一个是差距越来越大，一个是中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呗。但是还是那句话，这种民调啊，我现在也看了，基本上就是3-2千个人随便划拉填个表，然后这出来就说啊，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所以说这个也不能完全代表每一个真正投了票的这个英国的公民，那他们最后每一个人的票数统计出来，当然这个里面加个括号，有效的票啊，肯定有一些无效的票。那最后统计出来之后呢，才是最终准确的一个结果。在这个之前，其实再怎么预测，只能说有一些对目前的这个情况有一些参考，但是不能够说完全的代表当下的一个民意。那倒是，反正现在民调，尤其是在你看每次选举当中，这个民调不咋可信哦。是，再有一个就是发起这个调查的这个平台也好，对，很重要。它的这个倾向性也很重要，因为他的观众，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一个台或者某一个节目，他的主持人一定是有倾向性的，那他的观众肯定也是有倾向性的，没人没事找虐，对吧？那明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就是主持人会说往哪个方向偏，这是人嘛？那我们又不是，对吧 ？AI 科技，你说这个非常在理，就是说，即便是主持人，我们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啊，但是难免的会有一些这种自己情绪在里面。真正你说公平的，就一个节目，你没事看杂技、看顶碗，那个特别平，真的这个平衡保持的特别好。而且以后 AI 行，但 AI 它也不好笑了呀，它也不可爱了呀，对不对？那我们带着很多情绪，不是也是我们的特点嘛？所以 anyway 了，就说呢，所以等于说去看这个台，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杂志、某一个媒体做的民调，那他的听众和观众肯定也是有趋向性的，所以这个真的很难讲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只能来看了，最终呢到底花落谁家。但是现在呢，这个英国的大选却面临了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风大雨大，不是风大雪大。现在英国呢是冬季，而且最近几天天气特别不好，就是说外边呢不至于大雪封门嘛，但是反正就是挺恶劣的。现在就在想到底大家会不会出去投票。有可能会对这个投票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尤其他就说年轻人，这个工党很怕这件事儿啊。这个年轻人一懒，或者是没有车，在外边天气再不好，是不是就不投票了？但是要知道，这些人可是工党最坚实的支持者呀，没有他们的话，他是很难搬得到保守党的。因为保守党本来就是说呢，就是爱投票的那些人，大多数可能都是保守党的选民。那相反的，就是像一些新鲜的血液会成为工党的最大的支柱，可是这些人呢，又怕会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就不去投票了。所以工党也现在浑身解数的在那说呀，大家一定去呀，对吧？搞一个这种网络投票，或者说什么？我今天早上也在想，你这样的话，大家不用出门，一个是你节省很多，你就说你投票你得花半天，然后你还得寄出去，纸浪费多少了，对吧？所以我就在想这件事儿，你看现在就我们说科技已经先进到这个程度啊，就是新西兰就算了，我们搞个什么东西那太费劲，对吧？那你说像这个美国呀、英国呀什么，就类似，他们为什么还一定不能网上投票呢？你网上投票就不存在说你要出门这件事儿了吗？但是我一边在提倡这个网上投票，其实反过来咱们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因素，你不得不考虑。第一就是你网络投票的话，有没有可能受到比如说黑客的影响，到时候造成你的这个统计不准确，因为你纸质的东西，反正实物就在这儿，你写完了就不可能更改了，这是其一。第二呢，可能保护起来太难了。对，第二可能是你网络投票的话，怎么讲，这个准确率或者说出现废票的这个概率会不会更高一点？我怎么觉得会更低呢？就是因为你就网络嘛，你只需要点就选完了。那你像你纸质的票，我们经常知道这个画勾，那个画得画叉，你要不画这个，有的画重了或者怎么的就作废了，是吧？对呀，这个我觉得反而不是更是，但是同样的，就是我个人感觉啊，网络上的这种选票呢，可能怎么说？你这个投票人的这个真实性是不是相对不太好界定？你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像我们朋友圈里头有个什么投票，一天每个号只能刷20次啊，只能刷20次，然后连续刷10天，对吧？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应该是有的一些弊端。你想你怎么样去确定每个人就是只有一票，对不对？而且都是真人，那我可不可以代表你？
对不对？或者是我就把我家所有人都 log in， 然后我就帮他选。哦，对，这个倒也是。所以是不是因为避免不了这件事儿，所以没有国家，或者是极少数有国家在做网上的投票，也有可能啊。在目前估计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以后没准这种方式毕竟是一个趋势，对吧？那说不定以后还有选民啊，我为这个候选人爆灯。对，开玩笑。所以我们来看吧，就是这一次大选呢，我们来等待的结果。但是说到英国的大选啊。来跟大家说点有趣的，就算我们呢不知道保守党，也不知道工党，不知道科尔宾，也不知道约翰逊，但是呢，跟大家来说说背后有趣的事儿。我们也知道呢，每一次就是我们说民主社会当中的这种大选，后边都会有资金的支持，那是肯定的，都会有金主爸爸，没错，不叫爸爸吧，就是金主。对吧？有的可能是妈妈，对吧？对。所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么现在在英国的整个的选举，2个政党或者几大政党背后，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这些人又会对整个的，比如说这个政党和他未来的执政方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来说保守党。那么保守党呢，首先第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John Gall。我有就是中国很多会把它翻译成叫约翰格尔。那么这个人呢，其实这是保守党啊，就是支持约翰逊的，他是整个保守党最大的金主了。这个人呢是百老汇音乐舞台剧制作人和拥有者，是个艺术家呀。是，而且他还拥有这个叫 JGO 公司，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知道的。我还真的是一下子想不起来。都是跟那个类似于像舞台呀、演出啊，就是这种舞台剧啊等等这种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他呢是在纽约、伦敦、日本、加拿大、北美40多个国家当中都会去上演类似的表演，所以在过去2年当中，他总共是捐了180万英镑，也成了2019年大选的这样的一个算是非常重要的捐款人。那在今年这新的一个就我们说提前的大选当中，他又捐了100万的英镑。一个得说是有钱，第二个是敢花，第三个也应该是个怎么讲呢，算是保守党的铁杆粉丝了吧？是，不然不会这么大手笔。对，这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个叫做彼得哈格里夫斯。这个人呢，也是英国最大的金融投资服务公司之一的联合创办人。他除了在大选捐款之外呢，他在英国脱欧公投的时候，也是坚持的去支持了脱欧派，总共捐的金额可以达到320万英镑。这个捐的也不少。但是你发现没有啊，他的这个额度其实，当然这是一个人了啊，这个一个人捐个100多万英镑，其实这个数字也不算是少，300多万英镑吧，他是，但是他还有脱欧啊，总共加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就个人的或者是公司形式比较大型的捐款。还有几个人是挺值得关注的，也被那个媒体就给抓出来了。一个人是这个人叫做卢波夫切尔努辛。他这个人为什么会被拿出来呢？他只捐了20万英镑，可是他被拿出来的原因是她的丈夫是前俄罗斯的副财长，后来呢，从这个应该说政坛上退位之后呢，就成了一家国有银行的行长。他也是成为了这个保守党的捐款人。这个有点意思哈，就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背景，所以受到了关注。还有一个人叫 Anne Rosemary Said， 这个人也是捐了20万。那她被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呢？她的丈夫是亿万富翁，出生在叙利亚，而且是军火商的中间人。出来一个，对，这个，反正是军火商，肯定是赚钱赚的，咱不能说容易吧，反正赚的钱肯定是不少。对，但是反过来他拿自己的这个钱出来去帮助，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事儿？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说这是大的捐款人。是后边还有的就是夫妇，他们是等于说是世界的3大富翁之一的，是专门做钢铁公司的。然后这次也出来捐款，就一人捐了1半，总共捐15万。的样子。最后还有一个说到的是一个在英吉利海峡去铺电缆的公司，它的总监也出来捐款，但是不多，只捐了也算是保守党当中的大捐款人了啊，他是捐了5万。当然也是保守党的比较就历年都在支持保守党的一个重要的捐款人。那么接着再稍微说说工党啊，工党当中呢值得注意的捐款人，就比如说像那个联合工会，我们也知道每一个
国家的工党后边都是工会嘛，所以说这个英国的工党，它的后边呢也是联合工会给他捐了440万英镑。这个400多万应该算是他这个收到的政治捐款里面最大的一笔吧？对，应该差不多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以前的像这个联合工会的秘书长，还有像什么这个等于说很多的工会的头脑，也是以个人形式会给工党来进行捐款。还有呢，就说到什么，像比如说有一个类似于说这个像环保电力公司的。它是属于风力发电厂，它的 CEO 也是捐了比较多的这个钱给工党，但是你听起来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这种，要不然工会的，要不然什么环保的电力公司的，对，总体来说，这些支持者呢，肯定是跟自己一方面政治倾向有关系，第二呢，有可能说他支持的这个政党上台了之后，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产业肯定是有一些有利的推动，不然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是做小买卖的，然后我非得选一个上来就发福利的，那你这个是有点跟自己完全不匹配，就是倾向性还挺明显的。那当然了。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工党的他的那个捐款的数额一看差很多，虽然它没有一个总数，但是你去看啊，除了就说工会的这400多万之外，其他的都是5万以下啊。这么零敲碎打来的，对，零敲碎打，然后呢，就是每个工会的什么都出来捐一捐，所以听起来差距还是有点大，挺明显的。花钱不多，图个娱乐是吧？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借钱捧个钱场吧，因为这毕竟光捧人场也是不行的。所以挺有意思的啊，这是反正这个在每个选举国家当中，它也是公开透明的了嘛。所以说这临近大选了，这是 BBC 也把这个统计出来的数据就公布给大家来看一看，稍微听大家就明白了。对。你看各个后边的人倾向性都是很明显的，后面还都是有人的，是吧？来，说完这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也是跟选举方面有关的事情吧。说到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呢，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一直我们也是持续的为大家进行关注啊。前几天呢，我们提到说这个美国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啊，杨安泽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华裔的这么一位竞选者。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好像是我们有报道说他的这个团队遭到了一个所谓的死亡威胁，那么发来电邮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在 Twitter 啊，还是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些内容啊，你不要超过多少啊，如果超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去暗杀你的这个竞选团队的成员。那么后来这个到底是发够没发够，咱们也没有去详细的去追。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杨安泽在这一次的202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当然路还很长啊，但是到目前为止也算是又往前推进了一步。那么他呢，在目前是成为了前7个人的这么一个排名，那么现在呢，算是入选了初选之后最后一轮的这个辩论啊。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个选举的，就是竞选的过程当中吧，你说有支持率没有？也有，但是跟他们党内其他的这个参选的，你包括拜登，对吧？包括这个桑德斯，包括沃伦，其实支持率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他大概有多少支持率？没有。他现在的支持率可能也就是个4%、5%左右。所以分到的很少。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在总统的竞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首先是华裔的一个出现啊，另外呢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挺受关注的。对美国的这个社会呢，其实对总统的选举，你看从奥巴马开始，第一位黑人总统。是吧？然后虽然说现在女总统还没出来，但是女总统的候选人是层出不穷啊。虽然没有男性那么多，那包括有华裔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出来，所以也是体现出来竞争的这么一个多元化。当然到最后能不能当选上，那真的都现在来看是没什么戏啊。其实就等于说大头都被前几个人给分光了，没错。后边的我估计4、5、6、7名。可能每个人也差不了太多，而且也基本上可能都是个位数的一个支持度而已。但是能进最后，因为当时我们也知道，这还不是说总统候选人啊，这只是说是在党内的总统候选人就有那么多了，所以他能进前期，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肯定吧，就是大家对他的支持度的一个肯定。没错，这个事情咱们有时候说真的不是说非得让咱们心态有多好，就是
重在参与，而且呢，你说有几个，不管是竞选什么总统也好，州长也好，哪怕竞选个市长，头一把上来，除非天时地利人和正好赶上了，对吧？还真的很难有这种一上来第一次竞选啊，一下就。而且像他这种，你说真的能，他心里自己也知道不太可能嘛。可是问题就是说呢，我得把我想要表达的这种声音，我代表的这一个族群的他们的诉求表达出来，其实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嘛。那么如果比如说有真正的就是选民支持的这些人听到了他的诉求，并且认为说他的诉求是合理的，把他的这个想法拿去，或者跟他一起合作，也不失为一件很完美的结局嘛。没错，那我们也是看这个杨安泽到底能走到哪一步，是吧？不管怎么样，对目前取得的这个成果还是怎么讲，还是挺出人意料，但是也挺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啊。那说完这个，我们再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的消息。再来关注一个，这个有点意思啊，跟日本有关的。关于日本2020年度的一个预算方面的报告最近出来了。到了年底嘛，很多国家你看今天咱们在国内部分也会说到咱们相关的一些预算案的东西。那么日本呢，2020年预算案当中啊，其中防卫费这一项是达到了5.3万亿日元。当然日元也不太值钱了。对，是啊，那这个呢是这一方面的预算呢，连续2年是这个是整个预算案啊，连续2年超过100万亿日元。那其中呢，关于军费这一块是5.3万亿，其他方面呢还有包括社会保障啊，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这个费用，其实也都是比刚刚即将过去的这个2019年要高出不少。但是也有专家说你也不能单纯的看这个花了多少亿日元来判断它的军费是比去年涨了还是跌了。他说因为你按照这个汇率来换算，他说你看2013财年的时候，日本的防务预算是4.75万亿日元啊，那么按照这个当时的汇率约合520亿美元，那2014年呢预算是4.88万亿日元。同比呢，按照日元来结算是增加了2.8%，但是因为当时日元大幅度贬值，所以说按照汇率一结算，折合起来只有470亿美元。那也就是说，照比头一年还少了50亿美元。但是这不是日本自己投自己国家呢，你干嘛要换算成美金呢？日本花自己的钱嘛，对不对？那倒也是，那没准他的在这个军备方面，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日本很多的这个军购啊什么的，其实那肯定是要拿美元来结算的嘛，也是，所以也可能会有中间的，而且他还要给美国钱呢。对呀，对呀，日本其实自己在军事方面，因为本身它2战战败国，然后它的这个只有说叫自卫队嘛，对吧？对它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呢，相对来讲就不能扩充的那么大。但是有时候反正说实在的，有的人也愿意拿这个东西就出来说事儿，就天天盯着哪个国家，你看今年军费啊，甭管哪个国家今年比去年高了，是不是在军事上有什么野心，有什么企图？其实有哪个国家没有企图？说白了，对吧？这个东西你该有的肯定是要有，至于说多花点钱少花点钱，那没准今年我想多买几十套电脑呢，可能一下子军费就上升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到7点43了，快速的说到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倒是不直接军事吧，但是反正也是会有一些帮助的。我们说 SpaceX 算是一个现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它是真的会上天去跟星星比肩的啊。就说到我们现在看 SpaceX 也宣布第3批60颗卫星这个月就要发射了，明年还要送1000颗卫星上天。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SpaceX 呢，它本身在这个火箭或者卫星发射方面做了一个很大的革新，比如说回收利用，这个在以前是做不到的。那相对来讲的话，它发射，而且我觉得它最伟大的事情是小轻便，然后让很多的，就比如说可能大家一想到火箭发射就要觉得是多大件事儿，它把它变得更加的不能叫平民化吧，但是好像
可负担性更强了，而且更小、更快、更轻便了。其实逐渐的这种小型化的卫星也是一个趋势，因为第一呢，你发射重量小，而且现在一箭多星的技术也都比较普及。你看前一段时间中国也是一箭6星，是吧？那你像这个 SpaceX 呢，它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卫星密集的上天，一方面是彰显出来科技方面确实有它独特的优势，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会给目前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地球周围的这个宇宙空间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就太多了。对，具体什么影响，咱们一会儿回来呢，稍微再留个1-2分钟的时间，稍微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不过时间关系，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接着说。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国际方面的新闻。刚刚说到火箭的事情，稍微给大家结个尾就说这个 SpaceX 他们的野心还是非常大的，没错。但这个东西，因为它涉及到整个地球，那是不是也要大家商量商量再去做呢？所以这个一个是现在可能
各个国家之间没有一个相对通用的这么一个标准或者说准则去执行。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警察的还没有上太空呢，虽然说美国想要做，他们不是想要设立一个太空的警察部队嘛，但这个说那能不能成型？其他国家愿意不愿意这也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太空现在南北极大家还没有说归属的这个问题呢，你往上太空里头去抢地盘，对吧？那你咋不上月亮上去？你再搞一个什么自治州啥的，对吧？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啊，其实更现实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卫星，你过多的发射到太空当中，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太空垃圾也很多，包括一些其他的以前的卫星啊、废弃了，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碎片哈。那这个太空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哪怕是跟地球相对静止，但是相对速度也是非常大，对于其他的这个航天器来说，所以这个东西越来越多，那其实危险也就越来越高。对呀，你说哪一个不用说。整个撞到哪儿掉下来，它就掉个碎片儿，地球都有点受不了呢，对吧？对，所以现在 SpaceX 呢，它虽然这个计划很好啊，发射42000颗卫星，42000颗啊，到目前为止，不带这一批60颗，已经是发射出去了120颗左右。当然，这其中有几个可能是包括失联了，或者说失败了，没有成功组网，但是数量是逐步在上升的。最后的一个目标是42000颗卫星组成一个怎么讲？我们就叫所谓的这个全球互联网络在太空当中，太可怕了。当然，这个卫星会很小，就是你知道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们不是很明白很多的细节，就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说，现在不仅仅是各个城市、各个国家有摄像头在看，以后对地球外边转一圈儿。6万多颗卫星就是在看着你，那你说你真的是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跑不了了，现在在地球外边看着你啊，对不对？是，那这个呢，当然有的科学家就担忧说，你发射这么多的卫星，会不会其他的一些我们这个人造天体啊，我们的一些探测啊，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太空望远镜啊，造成影响？当然，它这个轨道也会经过一些计算的，尽量不会让它重合，不然你这边上去一个新的，哐把别人的卫星打下来，这就说不好听的，相当于宣战了嘛，对吧？啊，所以呢，它会计算轨道。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些卫星，它发射在天空当中，你看，首先现在就引起了一个不太好的后果，就是科学家们也是很担忧的，就是有一些卫星它的在这个太空当中进行星空观测的，就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有张图片，就是它在拍摄的这个照片当中，你看这个斜线从左上角到右下角这么一个对角线的，就是一长串啊。全是卫星啊！对，这个是在地球上的一个观测站，它本来是要观测星空的，但是实际上这一长串就是这个所谓的星链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卫星就给拍进去了。那你要42000颗全在天上，好，别的你甭看了，天天就看它了。对，所以这个是个问题。不过相信呢，逐渐的也会想出来一些更加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所以说，所有横线的这些都是卫星。对，应该是这些图片就是拍摄的，你在夜空当中本来。短一点的线，我想可能是一些正常的这种星体，但是长一点的线有可能就是人造卫星那么掠过去。好了，时间关系啊，反正这件事情我们就来看吧，以后还指不定真的啊，可能就是啊，等我们到年老的时候看到的，可能就是各个国家上月球上去跨自治区。什么哪一个什么星体是哪一个国家的，这都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所以以后我们就来看吧，到底会怎么样。时间关系啊，已经到7点52了，我快速的想说2条关于那个奥运会的。眼看着这明年不要来奥运会了嘛，最近其实关于这方面的新闻也挺多的。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东京奥运会嘛，说韩国和日本先别打了，就奥运会嘛，就是起码宣扬的或者是推崇的不就是合作、团结、共同发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们俩先停战，行不行？当然这个所谓的停战就是指的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这个争端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联合国这方面呢，也是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啊，是决议已经通过了，然后呢，他们就呼吁说，在东京奥运期间休战。那这个休战呢，不光指的是贸易层级的。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也不太太平，对吧？也是本着说借着这么一个契机，能不能咱先不打了啊？然后等到这个奥运会差不多，夏季奥运会通常也是1个月左右嘛，然后你先休战1个月，那你这1个月都不打了，你说谁天天的那跟打了鸡血似的那么大劲儿？好，我们就休战1个月，这边刚闭幕式一结束，火炬刚一熄灭，这边叮咣又开始干上，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让一些可能正在出现这个战争的国家呢，借着这个机会能平息一下这个战事。所以说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反正联合国是这么想的，但是联合国
最近反正很多人也在说它的作用啊，没错，感觉是日趋的在下降的。是这个谁不听啊？各有各自的想法。不过时间关系，就说到这个运动方面啊，还有一条小新闻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说这个运动员到底在整个的世界上现在还有多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就比如说在新西兰，如果你去问新西兰朋友的话，就新西兰人的小孩啊，他们肯定会说想当橄榄球，想进什么那个全黑队。但是你要是问他说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是不是想当运动员，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在新西兰这边讲过很多次，就他们的待遇啊各个方面真的是一般，很一般。因为有时候咱们如果说关注一些国际上的比较重大的赛事，比如说奥运会或者其他的，你像这什么国际田联的黄金联赛啊什么的，有时候我经常会看到，你像在比如说咱们中国很多运动员就是专业培养的，但是有一些国家呢，你比如说像美国，很多哪怕是拿了世界冠军的这个运动员，其实他运动员只是个兼职。对，新西兰这边全是，除了橄榄球。对，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而且如果啊，新西兰这边还是这样的，拨款很严的，如果你不拿到成绩，根本没钱的。之前的训练基本上就是靠兴趣爱好在支撑，所以说你说这个运动员，这个所谓的职业，好像吸引力就不大了。但对有一些国家确实吸引力很大，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条小新闻就在说韩国的小学生长大想做什么，结果民调发现呢，最理想的职业竟然还是运动员。这个运动员可能在很多的年轻人看来，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受人尊重的这么一个，你说职业或者说一个专业吧，专业可能更恰当一点。但一般你去问小孩，他竟然说出运动员，这我也是挺意外的。咱们小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经常问，说你长大了想当个啥？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什么科学家，做律师，医生，做军人，做医生，或者女生可能很多说做老师，做运动员我没听过哎。我还真的是，反正而且他们是最高的投票率是运动员。那可能运动员这么一个职业或者说专业，在韩国是不是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优势？就跟在日本一样，那么很多人都向往，哎，我要是能当上一个相扑选手。而且他们排在第3的也很有趣，你看运动员第1，第2是教师嘛，第3是内容创造者，类似于像 YouTube 博主这种。排在第3，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网红影响力太大了嘛。小学生也是知道的很多嘛。那当然了，这不光读书看报，现在互联网的这个内容这么发达，对吧？肯定也是受到一些影响。运动员我还是没想到，尤其是在韩国。是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的。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1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7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东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
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安吉乐洋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农历11月17。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奥克兰南区发生大火，1.6公顷植被被烧毁。11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奥克兰南区 Mangere Mountain 发生可疑火灾，大火烧毁了1.6公顷的土地。据消防部门指挥官介绍，大火吞噬了一大片膝盖高的草丛，还烧掉了一些圣诞花树。附近地区的居民能够闻到燃烧的气味。由于火灾发生地点距离道路很远，现场消防人员很难接近，消防员采用了直升机灭火。在火势被控制住之后，他们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用水管灭火。据介绍，起火原因很可疑，因为该地区没有点火源，相关部门将会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警方发言人表示，大火对公众没有构成威胁，但由于该地区的浓烟，建议人们待在室内并关闭门窗。奥克兰2019至2020预算案草案发布。奥克兰市长 Phil Goff 在年度预算案中承诺，将会投资于收入增长、基础设施和应对气候变化。在奥克兰市议会财政和绩效委员会收到的年度预算案提案中，详述了一项27亿纽币的支出。这笔支出将用于提高清洁工的工资至生活工资水平，降低儿童搭乘公共交通的票价以及环保项目。Phil Goff 说，市议会还需要在气候变化方面以身作则。继6月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后，我们将在本次预算案中削减碳排放，而在我们完成行动框架后，将会进行更多实质性的改变。他说，在过去的10年预算案中，有 1.3 亿纽币将投资用于应对气候和沿海资产管理。在预算提案中，包含270万纽币会用于将奥克兰的植树活动扩大 50%， 并计划在未来3年内至少种植150万棵树以吸收碳排放。其他的提案包括逐步将生活工资扩展到市议会的清洁工，并在未来3年中每年投资50万纽币，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即涨停，全球市值最大企业正式诞生。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当地时间11日上午在沙特国内的利雅得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号为2222。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此前确定的股票发行价为32沙特里亚尔，约合8.53美元。
首日上市前的公开喊价阶段，股价即飙升至35.2里亚尔，并涨停。沙特阿美也以此正式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韩国正式收回4处美军驻韩基地。据韩联社消息，韩国青瓦台11日表示，韩美当天下午在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联委会会议上决定，韩方正式收回位于江原道元州市2处，以及仁川市富平区和京畿道东豆川市的共4处美军驻韩基地。报道称，双方商定将继续就污染净化责任、加强驻韩美军所用基地的环境管理方案、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问题进行磋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Is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呢，其实在北岛北部啊，看起来呢天气状况不错，但是在中部地区，从下午开始会有一些降雨出现，可能个别的地方雨势还不小。不过气温方面啊，倒是没有受到影响。今天奥克兰的温度啊，最高达到了25度，最低是16度。那么北岛南部地区呢，则是基本上都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气温啊差别有点大，有的地方你看像 Napier、威灵顿最高气温是20度，但是很多西海岸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5度以上。那么到了南岛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也是挺舒服的。Nelson 最高是22度，最低气温13度。再来看一下南岛的南部地区，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不冷也不热，基督城今天最高是20度，最低12度；皇后镇最高也有22度，但是早晚最低温度是只有10度，还是稍微有点凉的，需要穿外套的啊。那么到了明天呢，这一股降雨则会影响到南岛，基本上是集中在南岛南部地区，而且会有新一轮的降温。皇后镇明天的最低气温又将降到10度以下。北岛的北部基本上还可以，明天最高23度，最低是17度；惠灵顿15到20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
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C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8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早上带给您满满的正能量，我是志鹏。没有了，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快到假期了，再一个呢，就是天气也是热热的，对，屋里面闷闷的，就大家都是有一种懒洋洋的那个感觉，就是倦怠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说，我刚才就报完天气预报坐下，我就跟我的导播还有跟那个志鹏就在说，我说我们得让自己 energetic 一点，让自己有活力一点，因为很多的朋友还指着我们的节目早上起床去上班呢，对吧？我们得有能量。然后他们就给我找了那个最近抖音上特别火那个，就是满满的正能量，拿2个瓢还是对，有拿那个对，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能敲响就行。满满的正能量是吧？也是挺洗脑的也是挺洗脑的啊。反正确实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早上起的比较早吧，这个是个客观事实。再有可能客观事实。对，再有可能真的是天气热了。对，你看现在我们俩往那儿一坐，就好有一比啊，就是懒洋洋、美洋洋，就是得唱歌了。没有，就是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快到假期了，所以大家呢，就是你的大脑中枢神经会释放出一种信号，就说你可以慢慢的在松散了。现在很多人就靠着最后一口气儿，在那要撑到圣诞节之前，一口仙气儿吊着，大脑分泌出了很多不想干活的多巴胺。对，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的啊，所以我们尽量我们俩开心一点，兴奋一点。有很多朋友是说早上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会醒，然后为什么？是因为被吵醒，声音太大。也是可以啊，反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这口仙气儿吊到圣诞节之前，好不好？那就把最后的年底的工作收尾把它做好。好了，那么今天早上当然也是会跟大家来讲到各个方面的新闻，不要忘了啊，在我们说新闻之前，今天早上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什么调查呢？就是让大家来想一想2019年世界上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什么？是国际上新西兰的都可以，对不对？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对，不要去评价说哪个最大啊，就是不加思索，第一个冒到你脑子里当中的那件事儿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不要去评价，比如说哪个事儿比哪个事儿更大更重要什么的，不要，就是没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就你
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件事？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事情给您带来的这个冲击最大，对，或者说印象最深刻，或者你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入选今年，比如说全球10大新闻排行榜的榜首，都可以跟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啊，通过留言的方式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而且在今天我们9点钟之后跟 Peter 老师连线的时候，Peter 老师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梳理2019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有哪些大事会发生？看看这其中有没有您关注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关注的，或者是我脑子当中第一个闪过的东西，就不在Peter老师要聊的那些事情当中。是什么事情呢？我印象深刻的，可能我这个人的记忆力吧，也比较差。我就能记住眼巴前儿的，今年年初的事儿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就是，所以我第一个我也是没有思索，如果要去思索的话，肯定不是我想到的这一件，就是我在忽然间说出来这个话，然后闪进我脑子里的是那个英国的在街头上的那些罢工的，不是罢工，在反灭绝的那群人，是给我留下了印象最深刻的。大家记得吗？就穿红衣服、白脸的。对，我觉得你主要是被那个图片上人的那个扮相给吓到了。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有点惊悚。我们看了太多的游行啊、示威啊等等，不能说正义或者是不正义，起码你知道这是在民主社会当中的一个积极的做法，他在为自己的权利去做争取。但我头一次是这样子的一群人，结果给我的形象会让我想到邪教，所以给我的心里的打击是，不知道打击吧，反正震撼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我说到最影响的事情是，他一下子跳到了我的脑子里。不知道大家的是什么事情？我那天看见那个图片，也是觉得有一点就害怕吧，谈不上，但是觉得这波人怎么想着说，你看很多那种示威游行，那举个牌子最正常的，要么就是穿一些奇装异服呢，也是比较。可能怎么讲呢？更偏向这种搞笑，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啊！你像前一阵子咱们这个圣诞大游行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反对肉食的这个组织，他们就穿这种奶牛的衣服，然后蹦上去，然后让你觉得最起码不会那么吓人。但是说实在的，你甭说是让我亲眼的，或者说面对面的看见这些人，我就光看那个图片，我觉得他们这个扮相就感觉有点瘆得慌，是不是？所以就甚至我身边，当时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就给我身边的人啊，什么群里啊，什么发一发，大家有在说，你就是他们再发展下去，你会觉得他会不会成为一种就是恐怖的因素？他会不会觉得就是他的理念是你如果要是跟不上我，我就要把你就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去这样世界才平静才祥和，所以我那个给我印象很深刻，欢迎大家自己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令您印象深刻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好不好？那么接着呢，这个我们在9点钟之后会跟 Peter 老师一起，我们来漫谈，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不过这个时间段9点钟之前，让我们先把新西兰的一些新闻给大家处理掉，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昨天发生的这些事儿。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几条快讯跟大家先说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南区的这个大火，刚刚在整点新闻可能很多朋友也听到了，烧毁的面积也是1.6亿，不，说错，1.6亿，可是1.6公顷，1.6公顷，但是面积也不小了。好在就是着火的这个区域呢，没有住家没有人员伤亡。你要说受到影响吧，可能顶多就是大火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对周边的这个空气造成了破坏，再有呢，可能这个植被短时间内可能没办法很快的恢复。是，但是关键问题现在就是起火原因不明。对，你说没有啥起火源。这几天前2天，我记得好像是Mount Wellington不是也有一场那个小的火灾，那个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因为那几天正好放烟花的人比较多，对，有可能是因为燃放这个烟花爆竹不小心引起的。但是这会儿你说大家基本上这个烟花爆竹该放的又放完了，然后这个山头附近，你说大晚上凌晨2点多。就是不知道，而且那个地方吧，不是说就是大家可以爬山的地方，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有点像，你想那个草啊都齐腰高，你就想就是一个山头上，说最后消防车也上不去，只能靠那个就是直升飞机拿水来灭火。你说那种地方人就烧着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所以说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就说起火原因不明。总之是扑灭了，然后烧毁了一些植物啊，等等等等。周围它的烟也没有特别大，因为扑灭的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只是把这件事情稍微也跟大家做个更新。赶快去查查有没有这个陨石坑之类的，是不是外星人造访？当然了说到了火。
这个火山爆发的事情现在仍然是在持续的，可以说是怎么说呢？进行当中。一方面呢，现在警方已经到了辨认尸首和我们说受伤的这些民众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而且是让人觉得心里很受折磨的工作，但是也必须要去完成。而且警方也承诺了，无论如何他们会尽最大努力，要把在岛上无论是8个幸存者还是8个尸体，要把他们接回来。没错，那现在也有消息说啊，在之前失踪的这个8个人当中其实是一对母女吧，然后已经确认是找到了，对吧？那他们是当天原本可能是打算登岛去游览的，结果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成行。对，那所以说是很幸运的躲过一劫。那另外呢，就是我也看到几张图片，当时从现场救援回来的这个人员真的是看起来触目惊心。他就说现在那个医院的救援的那些人员就说，就像他们的形容啊，就说现在的医院里面就是 war zone。就像战场一样，战区对，叫战区一样的。他们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批的伤员，而且烧伤如此严重的同一时间送到医院去。是具体的细节咱就不形容了，反正真的是这个太惨了。因为火山爆发我理解呢，就是他，因为我看到有的图片，这个人整个身上都是那种灰色的那个火山灰，但是它多热呀，你要知道。对，它是那种非常高温的这个气体，然后快速的弥散开来，就相当于。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吧，就好像你去桑拿房里头蒸桑拿，然后那里面结果出来的是，我知道怎么样去，就女生可能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去做很多的，就是你做饭，你把锅盖盖上，然后你一开锅盖不是有蒸汽嘛？你想那蒸汽如果烫到手或者烫到哪儿有多疼？而且那只是瞬间的，那是一个多小的面积。你想那个火山爆发出来，就等于说是一股强大的蒸汽，然后蒸满了你全身，而且是长时间的暴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以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也会持续关注啊，到底会，反正就是希望类似的事件不要再次发生吧。各个国家都在报新西兰的这起事件，但是最主要的方向就是说，为什么要让他们上岛？这很难去做一个你说对与错的评断啊，所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件事儿。好，那么再来跟大家说2条快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昨天在国会当中是媒体先发现的，就我们的优先党的部长 Shane Jones。坐在了轮椅上被推出了国会，然后呢是来了一辆救护车，并把他接到了医院。当时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猜说怎么了，因为也没有人特别在现场看到。然后出于呢这个保密的原因，所以当时推他去医院的2位国会议员，一个是国家党的，一个是好像是工党的，也不是优先党的，反正就是还有其他的2位国会议员。也都拒绝向外透露说到底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是优先党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是说了一句说最近Shane Jones很累，就说工作非常的辛苦，刚从外地回来，这立刻呢又来国会当中去开会，所以怀疑他是不是工作过度疲惫不堪。然后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是听到Shane Jones给出了一个，也不是他本人啊，就是他的办公室给出了一个算是官方的回应，就说的确就是太累了。好吧，这个也是辛苦了啊，这辛苦了这个。那你想，这个有时候天天跟农民吵架，那也是个力气活，不是？更何况还有别的事务等着他去做。不过反正他也不小了，我没有查，一会儿去查一下Shane Jones今年贵庚，估计也。那肯定年龄是不小了。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谁？Winston Peters， 让我快速的稍微查一下。这种事情呢，咱们说也算正常吧，对吧？突发的一个状况，而且最起码坐轮椅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是状态是保持清醒的。就说他说那个惠灵顿方面给出的一个说法是说，说收到了一个不太严重的，但是他们确定说收到了一个患者，但是说不太严重，我估计就是问题不大，可能是类似于像虚脱呀。或者等等这一类的吧。有啥事儿一聊起来激动了，有点心跳过速，哎呀，这站不住了，赶紧坐下来缓一会儿。说行吧，吃了2片硝酸甘油，说不行，还是有点难受。硝酸甘油都上轮椅去医院啊！我这是自己杜撰的啊，实际情况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也不知道啊，咱也没进去啊。但是我估计可能就是因为疲惫，因为劳累啊，觉得身体有点不适，所以就干脆就。他是1959年出生，60岁。1959、60岁，差不多跟我估计的。好了，差不多了，这件事情也就说到这儿了，所以都无大碍啊，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还有一件事情是那个要跟大家来稍微做一下更新。就前段时间呢，我们已经聊过
就是讨论过很久了，就关于那个离婚财产分不分。我打断你一下，这个我必须得说，刚才有个群友留言挺多，他 St. Jones 上了 St. Jones 的车，不是一个叫可能我发音不对，叫 St. Jones， 那个叫 St. Jones， 所以来我发音不太准。本身就是凑一个谐音嘛，但是这个说法还真是有点意思啊。好了。我们来说回到这个离婚财产平分的这件事儿，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各种细节都出来了，说怎么改，说不能说所有的财产都平分，最主要的就说婚前财产不应该平分，说婚后财产平分才是对的。然后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法制委员会的报告已经交给了国家的政府，政府给出直接回应是说现在不考虑改。还维持不能说维持原判，就维持原来的这个规定。对，还是平分。他说虽然说这件事情呢大家都很关注，而且呢就说不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就说现在离婚率的确是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个法律呢可能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但是呢，政府的意思是说现在不是他没有，我们就太多重要的事要去做了。类似于说他也没有说特别影响到社会上的安定还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就暂时先缓一缓，就不去考虑它了。是，所以说我知道很多的华人朋友们也在，就是不能叫暗地吧，但是也是在默默的关注着这件事情，因为它真的会影响到很多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我们可能还牵涉到移民身份呐、乱七八糟各种事情啊，所以这个法案真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但现在政府的意思就是说，先不去管了。但是如果说签署一份婚前的这个协议，我估计也就是类似于这种什么财产声明啊之类的。但是好像大家接受度还是很低。对，但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真的是很伤感情嘛，对吧？谁说结了婚就是奔着说离婚去了？谁一结婚说咱先算好啊，哪天咱们离婚了，房子可还是我的？你不是他们就有一个，哎呀，大家知道婚前协议是什么了？就说现在在新西兰，差不多是只有8%的夫妇是签过婚前协议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低的。所以就说到这儿。既然就说到这个新闻嘛，就讲起来说现在的年轻人的这种婚姻观，然后我身边其实跟朋友也讨论过，大家一说到说这个婚前协议，大家就说不要签，是不是签伤感情，或者这怎么能就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要是想一想，比如说现在是你女儿、你儿子，你会不会让他签？对，这个对不对？反正我个人的主张是不太赞成去签这个东西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觉得是有点伤感情。但是反过来讲的话，你什么东西俩人过日子，没有说真的是百年好合，只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对吧？但是真正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但如果说真的是过不下去了啊，那你到时候是不是有人也想要避免一些财产方面的损失？所以说，就有我们那个朋友就说有东西支持不支持啊？你就想想，如果是发生在你孩子身上，你支持不支持？对，就是最如果只是同居啊，但是没有领证。受这个同样的也是要平分的，同样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到了8:27了，我们先稍作休息，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
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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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Lisa quick. 安吉勒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Scal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30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那么来到这一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的状况。我都忘了，我还在准备要开始说新闻了呢。没有，这个8点半咱们再把现在的这个路况跟大家来一块儿梳理一下，来看一下啊。对，这个时间，哎呦呵。这会儿怎么1号高速从市中心往北的这个方向？对哈，对，好像是出车祸了。我看那有一个车祸，应该是在北岸大桥上。对，北岸大桥上有一个车祸的这么一个标志。我的天！那这个拥堵可真的是有点厉害了。是那个交通事故，就在北岸大桥上发生的事故，所以导致啊，现在从市中心如果往北岸走，都堵到16号上去了。你想想，已经到什么程度？就16号现在进市中心也进不去。可能这个车祸还是比较严重的。我怎么没有看到新闻说这个车？看到了。正好是就刚刚跳出来，是在那个 North Shore 的那个 on ramp 的地方，就下高速的口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导致整个的现在桥上是堵得水泄不通。从市中心往那个北岸大桥走，说大家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应该你们是短时间内过不去了就它堵了很多条线。那现在没出门的朋友，要是必须得走这一条道，先把午饭准备好呗。早午茶起码得准备好，也不至于哈。但其他的路段也是非常堵的，哇塞！今天早上这堵的也是很严重。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刚才我看到导播一个劲儿往后倒，看看从哪儿开始拥堵，结果是从头，从头开始拥堵。我们群里面有朋友说啊，都是正好刚刚经过那边，说确实是有车祸然后也清理的差不多了，估计现在就是因为刚才拥堵的比较严重，所以应该是处在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当中。谢谢马路小天使们，好吧？午饭就不用带了，对，早午茶带一下就好了啊。从 East Market 现在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 ，East Market 一路是堵到了这个 Greenland 全红，中间还有黑，然后过了 Greenland 之后呢，往市中心的方向上现在是黄绿相间的，挺拥堵的情况。那么接着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就是非常堵了，基本上整个16号。满满当当的红黑满满的正能量，这是红是正能量吗？一般红色会认为比较积极的一个颜色吧。那黑呢？黑那就是正能量正过了，爆棚了，出现。所以啊，整个西区往市中心方向从头到尾都是堵的，我也就不用具体说了，大家就做好准备吧。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基本上也快从头到尾了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堵到 Eastman Road， 前半段黑，然后红，接着过了 Eastman Road 黄。过了 Eastman Road， 过了这个Oniwa 之后，再往市中心市就变绿了。
所以大家做好准备吧。是，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不用你自己来控制，导播帮你来操纵这个图，就是我在这看着我都觉得有一点，哎呀，就好像意念控制一样，我想到哪儿说哪儿，那个图就过去了，是吧？还觉得挺高级的。一会儿让导播说开关开关。来吧，我们看完路况，也跟大家来稍微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个财经方面的资讯啊。股市方面呢，新西兰 NZX50 指数报11291.96点，涨7.7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42点，涨7.10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报27825.42点，跌56.30点。那么汇率方面呢，纽币对人民币是4.63，又涨了；纽币对澳币0.96，纽币对港币5.13，纽币对美元0.66，美元对人民币7.04。汇率实时变动还请以实际交易时价格为准。我们亲爱的导播，有人给你点赞和鼓掌，先跟您说一下，他也回了个掌。我觉得3个人啊，就是有一个人在外边嘛，不出声，还挺好笑的。对，有点互动，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像一些比如说什么脱口秀啊，或者说相声，有时候场外的这个朋友经常是被吐槽最多的，哪儿老是拿来说事儿，是吧？不过我们导播是很敬业的啊，在这儿我们导播可帅了呢。对，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00后的小伙子，00后，他应该也没有很想听到这件事。好了，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刚刚带来几条快讯，接下来呢可能稍微有点枯燥，但是真的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跟大家来说2份财经的预算案，一份是中央政府的，一份是奥克兰市政府的。我尽量以最快速和最不包容的方式把这2条新闻讲完。好，但是一说到数字吧，很多人就会开始困。没事，我来算账。我一算账，肯定大家都会困了，就睡过去了，是吧？好了，我们来说，首先来说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一份预算案，我以这个大家不会睡着的方式跟大家来说。怎么能够不睡着呢？就是你兜里的钱现在要开始发展基建了，大家喜不喜欢？支不支持？现在政府的宣布是这样的，未来4年要统共投入追加129亿纽币。哎呀，一听这个数，你是肾疼还是哪儿疼？腰子疼，浑身疼，我是。就说他们要投入129亿，专门就来干嘛呢？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据说是说呢，已经有一些开始预备要动工了，就是前期准备工作已经要做好了，所以明年就会开始投入80亿。就准备要真正的破土动工了。但是呢，昨天无论这个记者呀、媒体怎么逼 Grant Robinson 让他透露细节，都有什么？比如说你倒是说是铁路的呀、公路的呀，还是船上的，还是天上的呀？你总这基础设施多了，你总得说说吧。Grant Robinson 就是no， 不会是还没想好吧？他是说有80亿的已经准备好了，明年就投了嘛。是我看到有一个数字，这个说129亿，其中68亿是在交通方面。然后这个80亿是准备好的，明年年初宣布的，已经预备动工的大项目。哎呀，我看完刚才的路况，我再一看68亿在交通方面，真的，我这2个后肾我就反正就是有点不太得劲儿。所以他就说这129亿听着是很大的一笔钱，如果他真的能够解决交通问题，我觉得花也就花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也不好说他能不能解决，就是他不说他投到啥，所以你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的交通基础设施究竟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只能是等着看。这是一方面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是钱花到哪儿，第二就是钱从哪儿来，对不对？那究竟这129亿是你的肾、我的肾还是谁的腰子呢？当然了，都有。像这种不可再生资源，咱们就尽量别卖了，对吧？但是这个钱，真的，我现在前几天不是也说了吗？说现在是一个什么借贷的好时机啊！我倒是希望明年这个真的多来几场大风吧，多刮来点钱。所以说现在就说了，说这个怎么129亿现在说到从哪儿来了啊？然后呢 ，Grant Robinson 昨天也宣布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就像刚才志鹏说的，是借贷的好时机。所以呢，他们主要强调了这129亿当中，其实有很大部分都会来自于借贷。那么同一时间，他也说，这样我们把这个借贷增加，也会导致新西兰国家的净负债会达到 GDP 的21.5%。以前不是说上限是20%吗？是，现在就多出了1.5%，就能够多借点钱。但是 Grant Robinson 就解释了，他说不借不行了，这基础设施
要完蛋呢，就是支撑不下去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赶紧的把它做完。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要去额外借贷的原因。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强调了，就说发展、投资、借贷，那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财政盈余，但由于这一笔钱支撑出去以及借贷的增加，我们会短时间看到赤字。这是Warren Robinson自己说的啊。这个短时间有多短？他是说明年可能会上半年看到赤字，但是他说未来4年当中还是会逐渐的盈余的，而且的盈余的额度也非常的算是还挺可喜的吧。他说未来3年扭亏为盈，预计的盈余可以达到40亿。这个话，反正现在先放一放，等到过了明年之后，我看看跟我的预计是不是会出现一致的情况现在先不说。那另外一方面，他说虽然我们是提高借贷了，然后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呢，从某一种程度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投入基础设施确实可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他说这个其实如果你要是从长远来看的话，它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的利益是更多的。他预计是说这些新的投入可能未来会带来100亿的收益。这个反正理论那是没错，但是咱们还得理论结合实际，不是？理论结合实际。所以我们就来看吧，这就是昨天Warren Robinson的一个宣布。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简单说到这儿。然后另外告诉大家一个民调，什么民调呢？就是在昨天宣布之前，其实就有媒体问到过民众，就说我们现在手里不是有点盈余嘛？那你觉得应该投入到什么地方是最合理的、最合适的？往常情况来看一般有盈余，民众的说法都会说减税。因为这个减税是最公平的，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你的这个盈余直接获利的，无论你是工资税，你是 GST 还是什么税，只要减税就是等于大家平分了国家的盈余。所以往往情况来看大家都会说的是这个减税，但是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却是出现了非常不同的最后大家的回答。结果发现什么呢？只有14%的人是表示说希望减税，而77%的，也就等于说参与的大概80%的调查的人都认为说，钱最合理的用途应该是加强国家的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是，这个也能理解其实如果真是问我的话，我也觉得这个钱真的分毛毛的，你再给我退回来也没有啥意思了。但是这些钱如果汇聚到一块儿，真的能对国家的某一个方面能够起到一个比较积极的或者比较重大的这种推动作用的话，那你能花就花出去了。当然前提是钱得花到刀刃上，你别今天给人发了。但是你看这个民调，我认为看起来它透露了2个讯息。第一个讯息是什么呢？证明大家现在对这个政府是有信心的。他会愿意让政府把这个钱投入到所谓的这些教育整改的地方去。如果说比如说民众对于这个政府是非常没信心的，他就会想要把这个钱还给我就是以减税的方式还到我手里。做了这么一个民调，还调查出来大家的这个我解读的如果是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呢也能体现什么，就是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现在也在新西兰太过于落后，还真的是个问题。所以说大家就变成说特别着急的希望政府能把这3个项目赶紧提升上去，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从这个民调看到什么，就是国家党到底要不要改路子了。因为他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明年有给大家减税，可是如果你要按照这个民调来看的话，好像大家现在的点或者是更期待看到的、更能够笼络到选票的不是减税了，而是花钱，而是大家看对，的确是就是花钱了，花在他们认为该发展的地方上了。那是不是政党在得到这份民调之后也会调整自己的方向呢？应该是会根据一个是实际的需求就像刚才小教说的，这些方面确实是需要加强，而且是亟待加强，对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调查的人群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区分，就是比如说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的然后年龄稍微长一点的，他们就可能目光更长远一点，或者对这个国家认识的更深刻一点，就觉得这些钱应该花在我们需要的地方。反而是一些收入比较低的家庭，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个别的这个受访者，他就表示说，那我更希望减税。所以说不同的这个说阶层也好，年龄段也好，可能会对这个钱怎么来用，或者这个税怎么来使，他会有一个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你能够看得到的就是民众的确出现了变化。对，80%的都希望花钱去投入了。那这个其实对工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那你看他接着他宣布的这个我们说的整个的预算案的说100多亿去基础设施建设，等于说就对上口了呗。
所以我不知道啊，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投入的决定，获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我们拭目以待。好，这件事情也说完了，快速的让我再把奥克兰的2019到2020年的预算案也跟大家说了。刚才在整点新闻的时候，其实志鹏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它主要的方面就是这27亿牛逼的支出，想要朝哪个方向呢？第一就是提高清洁工的工资到生活工资水平。好。第二，降低儿童搭乘公交车的票价。第三就是环保项目，要投入很多钱来发展类似于像电力车，或者是减少碳排放。现在他就说了，市政府可能会在很短期内就把自己所有的车全部换成电力车。我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看见一个，应该是 AT 的，我看上面有标志，就一个纯电动的一个汽车在路上开。对，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虽然说我们新西兰这个电价比较贵啊，但是这个电动车，但是你要知道，这27亿可都是我们从涨地税上面来的哟。我一直听起来有一点。然后除此之外，他还提到说要把植树的面积也扩大50%，当然这都和中和碳排放有直接关系。但这个呢，预算不算是最终的，因为在明年的2月21号到3月22号之间，还会有1个月的公众咨询的阶段，然后在4月和5月还会举行地方和地区的这种研讨会，最终才会决定说6月份下旬才会看到最终的预算案。但我仍然是觉得这27亿花的也是又没有花到我身上什么东西啊。是，那咱们做出贡献了吧？只能这么想。然后明年可能我们的地税还要涨4.5%。咱们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一节的这个内容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精彩继续。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09-272-3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Rainman。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
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好，早上的8点48分，欢迎收看和收听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9点钟过后呢，我们要跟时事评论员 Peter 老师来连线，说一说2019年那些让人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事。所以在这之前，让我利用着最后几分钟把这条新闻讲了。好，来讲吧。可能大家快要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同样的现象了，然后现在在新西兰这边又发起了讨论，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女性可以，比如说赤裸上身晒日光浴。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在网上就有一个女性，她就发了一篇帖子，说她前段时间呢就去奥克兰的 Pont Chevalier 的海滩，在那边呢就脱了上衣在那边晒日光浴，结果呢就在他短短的10分钟的这个晒日光浴的过程当中，就陆陆续续的走过来20个人，都在跟他说你盖一下，或者你宽让之类的，就这种。他说真的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会去类似于像限制他的自由。他说甚至有人呢把沙子还往他的身上扔，然后还去辱骂他或者咒骂他，说他有伤风化，就这之类的。当然是英文不知道有伤风化怎么说反正就这个意思。然后这条新闻呢就被很多的媒体给节选下来了，就在说，但是媒体呢都比较所谓的保守也好，或者是叫怕事儿也好，总之大家就只是报了事实，并没有就此有任何的说法。但是呢，在新西兰这边有几个主持人是那种以敢说著称的，其中就有一个人，他是 News Hub 的主持人，叫 Mark Richardson， 就是大家在画面上看到左边的这个，他曾经就跟那个总理问过总理关于生孩子的事儿，然后就被总理指着鼻子说就他，所以他这一次呢又再一次说出了还是跟女性相关的，他说我知道我这么说出来这个话，很多的女权主义者又会站来指着我鼻子，那就不一定是骂了，可能就是扇嘴巴子都有可能。可是他说我仍然还是要说，他说这种行为即使有，就说这种裸上身去晒日光浴，他说那也应该是在特定的海滩去进行。新西兰有所谓的天体的浴场，就之类的，或者是你可以去做这件事儿的，你不应该把它认为成这个社会都可以去接受，你可以裸上身。他说毕竟女性的这个，他说男性有一个地方是敏感的，但是女性就是有2个，所以他就觉得你这种说不好听的，你就等于说你自己非得要暴露，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别人一定要接受呢？对，这个反正怎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反正就平时真是游泳的话，这个东西男性好像你们也不太好说，我们也没有什么这种但是刚才导播也说了，他说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喜闻乐见的，对吧？当然玩笑归玩笑就是说这种事儿呢，首先在我看来，个人自由是个人自由，但是我觉得还是在特定的这种指定的区域，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比较好，因为你公共场合，你不知道哪个海滩可能有很多孩子或者什么的，看到可能也会去问呀，或者怎么样的，这是一方面。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拿孩子在说，就说这个孩子看到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孩子不是应该更没事儿吗？就是不会想那么多，孩子更单纯，对吧？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后来给大家看一个民调，我应该截了张图，那个民调就是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呢，就问大家在新西兰的沙滩上应不应该允许女性可以做这种裸上身晒日光浴，结果72%表示应该。28%表示反对，这当然只是一个网站上做的民调的结果是，好吧。我觉得作为男性，你们也很难讲你是不是在那想我应该怎么说？哎呀，真的是很难说，真的是很难说。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但是现在反正就是这个社会当中，的确这个主持人说的没错，他在这个话说完之后，哇塞，那简直是各种的被骂。然后他的倡导是说，应不应该就立一些牌子，就禁止女性或者是那个对吧，
男性也包括在内，就是在公共场所不要。可是其实，在新西兰这边是有法律规定说，你公共场合不可以裸露。对，你光膀子上大街，警察肯定管，对吧？但是你说本身沙滩这个地方，你晒晒太阳，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儿。这难就难在说，第一，这个是你出于主观意愿要做的，那就属于你个人的自由。但是反过来说，这个事情可能多多少少会对你周边的人产生一些影响。对，那涉及到这双方可能在这个看法上不一致，那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冲突，就很难讲了，对不对？对呀。好了，我们就说到女性的权利的问题啊，再跟大家快速讲一条小新闻。这件事情呢，是新西兰这边有个29岁的妈妈，叫 Lucy Jenny， 大家看看画面。有没有够辣？是。但是她的这个照片的辣不仅仅是身材好、颜值高，她爱打猎，而且还穿的很少去打猎。我也是不明白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拥抱大自然吧。就是我们经常说笑话说穿高跟鞋爬山，你说她穿成这样去打猎，我也是不明白。所以她本身是个什么网红之类的？她就是热爱打猎。她说她从小呢就带着，她今年才29岁嘛，但是她已经有3个孩子了，一个7岁。一个4岁，一个5个月大。他从那个孩子基本上出生开始，你说为什么要穿着比基尼去打猎？你谁给我解释一下？我也想不太清楚。anyway 了，或者是他打完猎之后又脱成这样，然后照的照片也有可能。那我也不明白。穿这么少，在丛林里头穿行，去过的朋友都知道。他不怕蚊子咬吗？对呀，蚊虫叮咬，树枝刮擦，这都是问题呀。如果正在看电视的朋友可能看到了，没有看电视的朋友，他就是穿着比基尼，背了个野猪，背了个对打过来的猎物。好 ，anyway， 点不在这儿，点在什么呢？他就不是从他孩子出生会走路开始，他就带着他们上山去打猎，然后呢就分享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就分享这些照片呐，他们平常的生活啊，然后他还会分享打猎回来的动物怎么样宰杀，怎么样吃肉，他的孩子都在旁边看整个的过程。在旁边学，你想他最大的孩子也才7岁，然后就被网上的这个民众骂得很惨，就是你这当妈的怎么能这样呢？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够接受这么血腥的场面呢？而且这怎么能带他去打猎呢？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能吃兔兔呢？对不对？就这种话特别多。所以就打猎就不对，超市买就正常。不是，就是之类的。你也我知道有的人可能就会这样说，对吧？对，你从小应该教育孩子兔兔可爱呀，你为什么从小教大家吃兔兔呢？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被骂惨了嘛，骂惨了之后，他就出来呢，也是表示了自己的这个抗议，就说意思是说，我就觉得人类活着就应该接近自然，对吧？我要教我的孩子要更多的接近自然，那这打猎有什么不对呢？我又没说是违法的，去打一些野生动物，对不对？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有些事情在别人眼里面看来有点离经叛道，或者说属于这种比较少数的这种活动，或者说一种行为，但是首先你只要不违法，对吧？对呀，那你就有做的自己选择的这么一个权利。那至于说给孩子从小就说也不能说灌输吧，就让他们去看，比如说打猎呀、什么宰杀呀这些东西。那只是说现在我们的文明程度高了，那你往前倒推个几百年，那不是真的大家咱不说。那你的点不就这儿吗？大家意思就是说，那现在已经文明程度高了呀，你怎么还把人家往回归自然带呢？我不敢说那个原始啊，就是回归自然带呢，对不对？那就是个人的选择了吧，我觉得。所以就说到2个个人选择的问题，topless 和这个去打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挺有趣的2条新闻，都是跟女性相关的，但仍然无法解释她穿比基尼打猎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是个人喜欢这样打猎，是不是比较容易提升命中的精度？我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对打猎不是特别在行。好了，时间关系到8点57分了，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跟 Peter 老师来关注一下2019年。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
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6。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农历11月17。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奥克兰南区发生大火，1.6公顷植被被烧毁。11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奥克兰南区 Mangere Mountain 发生可疑火灾，大火烧毁了1.6公顷的土地。据消防部门指挥官介绍，大火吞噬了一大片膝盖高的草丛，还烧掉了一些圣诞花束。附近地区的居民能够闻到燃烧的气味。由于火灾发生地点距离道路很远，现场消防人员很难接近。消防员采用了直升机灭火，火势被控制住之后，他们从早上7点开始用水管灭火。据介绍，起火原因很可疑，因为该地区没有点火源，相关部门将会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警方发言人称，大火对公众没有构成威胁，但由于该地区的浓烟，建议人们待在室内并关闭门窗。奥克兰2019-2020预算案草案发布。奥克兰市长 Phil Goff 在年度预算案中承诺，将会投资于收入增长、基础设施和应对气候变化。在奥克兰市议会财政和绩效委员会收到的年度预算案提案中，详述了一项27亿纽币的支出。这笔支出将用于提高清洁工的工资至生活工资水平，降低儿童搭乘公共交通的票价以及环保项目。Phil Goff 表示，市议会还需要在气候变化方面以身作则。继6月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后，我们将在本次预算案中削减碳排放，而在我们完成行动框架后，将会进行更多实质性的改变。在过去的10年预算案中，有 1.3 亿纽币将投资于应对气候和沿海资产管理。
在预算提案中包含270万纽币，用于将奥克兰的植树活动扩大50%，并计划在未来3年内至少种植150万棵树，以吸收碳排放。其他提案包括逐步将生活工资扩展到市议会清洁工，并在未来3年中每年投资50万纽币，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及涨停，全球市值最大企业正式诞生。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当地时间11日上午在沙特国内的利雅得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号为2222。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此前确定的股票发行价为32沙特里亚尔，约合8.53美元。首日上市前的公开喊价阶段，股价即飙升至35.2里亚尔，并涨停。沙特阿美也以此正式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韩国正式收回4处美军驻韩基地。据韩联社消息，韩国青瓦台11日表示，韩美当天下午在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联委会会议上决定，韩方正式收回位于江原道元州市2处、仁川市富平区和京畿道东豆川市的共4处美军驻韩基地。报道称，双方商定将继续就污染净化责任、加强驻韩美军所用基地的环境管理方案、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问题进行磋商，并以此为条件，美军立即向韩方返还上述4处基地。报道还提到，在韩国共80处美军基地中，有54处已在美军迁往平泽后返还，当天4处返还之后，尚有22处有待收回。据悉，双方还正就韩方收回首尔龙山基地等事宜进行协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和播报的。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今天新西兰呢，北岛的北部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但是中部地区 Hamilton、这个 Rotorua、Taupo 等地会有阵雨天气出现，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可能雨势还会比较大。那么在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都以晴好的天气情况为主。气温方面也算是比较的稳定，惠灵顿始终就没有怎么热过今天惠灵顿最高仍然是只有20度，最低是12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美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情况，那么最高温度呢都是徘徊在20度上下，最低温度也有12、13度。其实夏天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感觉应该也挺好的，早晚可能需要多带一件衣物。再来看南岛南部，南岛南部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情况，那么相对来说呢，早晚的温度稍微还是有点低。皇后镇最高虽然有22度，但是早晚是只有10摄氏度，应该还是需要穿外套的。基督城今天则是12到20度。那么到了明天周五呢，新西兰全境基本上也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在南岛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出现。气温方面，奥克兰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17度；惠灵顿是15到20度；基督城明天是阵雨天气，气温12到25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01。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了，欢迎回来，早上的9点11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跟 Peter 老师连线的时间。我们先把 Peter 老师请进直播间。早上好 ，Peter 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小娇，早上好，志鹏，大家早上好。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1年眼看着就要过去了。今天呢，是我们今年跟 Peter 老师最后的一次连线了。所以说呢，也跟 Peter 老师说好，我们也跟大家呢回顾2019年的那些大事，也是为了跟 Peter 老师连线。今天早上呢，我们还在听众观众当中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让大家呢不加思索的去回顾一下2019年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类似于像国际上面的大事，然后我们听到的，比如说包括了像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包括了像香港的问题，没错，也包括了，还有人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新西兰这边总理跟很多人的拥抱等等等等各个方面，还有说是印象最深刻的不加思索的是中国的70周年大庆，对，等等啊，这都是我们看到的民众们或者我们听众观众们的一个反馈。那么首先我知道 Peter 老师也给大家呢梳理了很多的信息，那么我要快速的也让 Peter 老师说一个，就是不加思索让你第一个想到的2019年的大事，你会说什么呢？中美贸易战。是中美贸易战啊，这是最长期关注的，对，是。那为什么就是会选择这个呢？是因为它的严重性，还是因为它的时间跨度比较长？
一个是时间跨度比较长，第二个真的是严重性越来越严重，第三个是全世界有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不断的引出很多新闻，就让大家都会跟踪着他去谈论一些新闻之下的情况。的确是。所以这个人决定了很多的事情啊。好了，那我们就来跟 Peter 老师来梳理啊，因为 Peter 老师也给我们列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格，上面就写了一些可能是 Peter 老师在短时间内然后想到的关于2019年的大事。那么第一个写的真的也是中美贸易战。那么现在中美贸易战啊，我们也跟大家来回顾，就整个这一年有了哪些进展呢？那现在又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呢？很简单的讲，中美贸易战不止1年了，1年多了哈。对呀，这个对。严格讲，98年的3月份开始，中美贸易战就开始挑起来了。但是真正形成中美贸易战是98年的，不是18年，2018年的这个5月份，中美贸易磋商谈崩了之后，美国决定加税，确定500亿，500亿后来分了2次，340亿和160亿，分别加税25%，这就开始了。中美贸易战第一段加税的时候，第二段又加税，又加了200亿美金的中国产品输美，又加了。那么第3次打呢，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进口美国的产品，除了美国认为是不能加税，加税太伤害它的扣掉之外，也有2000多亿，接近3000亿的中国输美这个商品增加关税10%啊，它分成2段，最后一段呢，在1650亿呢。中国商品进美国是在今后的几天之内决定要不要加10%或者15%的关税。如果在12月15号，今天是12月12号，今天12号，12号，也就是还有3天多啊，那就决定。那么会不会加这个税，取决于中美的最近的这一次这个电话磋商谈判会不会把第一阶段的这个磋商协议签下来？如果签不下来的话呢，有可能会加，也可能会推迟一下我们在等这个结果。如果加了之后，那就等于说所有的中国输美产品原则上都被美国加税了。这就是从加税方面来讲打到顶了。那么这只是贸易战的一部分，那贸易战还牵涉到什么呢？还牵涉到对中国的著名的这个科技企业华为的封锁其中包括对华为的这个财务总裁孟晚舟女士的抓捕，这些都在里头，这都属于贸易战的一部分。你仔细想的话，它不是一个独立事件，不是一个。其实这个我觉得进入到大家视野当中，虽然说美国的这个税大家也是在关注，但进入大家视野的还是以孟晚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引子，一个导火索，才让很多的就比如说民众们注意到了中美贸易战的这件事儿。可能你要是比如说像 Peter 老师这种关注新闻的朋友，可能早就已经发现了，对。但是孟晚舟的这个事情的确也算是一个比较，就是也燃起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热情，或者是这个关注度的一个件事儿。是，没错，这是符合人类心理学的。你想嘛，讲故事给你听容易记得住，还是给你一篇科学文章或者哲学文章容易记得住？而且上面全是数字，对吧？对，这是有故事在讲人嘛，孟晚舟是有故事的，所以就会容易记住，容易关心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我们更注意中美贸易战形成的规模越来越大。我记得小焦很早以前做节目问过我，他说的这个如果跟美国签了，这个是不是贸易战就停了？我说不是，只要特朗普在台上，对贸易战不会停，只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这个最大的背景在哪里？最大的背景在于美国政府和美国的主要的这个决策部门早就拟定了2份最重要的报告，就是关于对中国的战略报告，是一份是军事的，一份是这个系统性的。这2份报告已经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那么竞争对手这个词说起来还文明一点，实际上就是敌人。对，这个已经大纲已经立起来之后呢，而且美国现在从政的众议院、参议院也都符合着美国行政部门一起针对中国上下其手，所以这个大趋势放在这里。所以你要想减轻的话，
很难的。而且，但是啊，那天我还在跟我身边的朋友就聊起中美贸易战的事情，大家还在聊到，就说如果你要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或者是如果我们站在美国的层次去想这件事儿，如果我是美国，我也要打呀。而且我还觉得我打晚了嘞，我要早点去限制，或者是说去，比如说是这个打击中国的话，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呀。感觉你现在要再去打，好像难了。我那个时候在你发展之前，我要是打了，是不是其实对我来说效果更好？我只能给你这句话的解释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深入美国人心。对呀，这本身是霸权主义，它不是对的事情，它就是霸权主义。因为霸权主义，它肯定这样想，这不是霸权主义吗？那你换了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的霸权主义思想呢？没有，因为在世界撑过霸，还想继续撑下去，这是霸权主义。我们怎么认识的霸权主义？要这样认识。我不能简单的说，从美国讲它也是对的，它本质就是不对的。霸权主义本身就不对，因为你是霸权主义，你就这样肯定这样想。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再讲美国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它就是霸权主义。但是它的确是个现实，我们也知道。但对于这种霸权主义，一定要有相应的斗争才行。你看他，因为美国是这样啊，他是觉得说我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或者是我从建国到现在我走的就是这条路，那所以才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就只有这样的发展道路，他们就会认为说我不这样我怎么发展呢？对不对？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发展的嘛。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今后在世界上有重大责任的一个大国大民族来说，不抵抗他的霸权主义，真的就没人抵抗。那倒是。中国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要抵抗霸权主义。你要知道哈，中国在跟这个西方的斗争当中，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斗争当中，你可以知道，只要中国投降，立刻割款盆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待被打败的手势，不会你打败投降就算了，一定会加重要你赔款，更要深的一步，割地赔款一定要捞。所以你别小看哈，中国跟美国之间斗争，如果中国被美国打趴，或者是投降式的打趴哈，不是说硬被他打趴，是被投降式的打趴的话，美国的要求远远不止现在这点，更多。那倒是，这是帝国主义的本性，这是殖民主义的本性。你们如果看历史，你就知道了。所以坚决不能趴下去。你一个小国家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大国大民族，13亿、14亿人的大国家大民族，绝对不能投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一个身上也有个担子，一定是存在的。对，那么就说到了这个这个中美方面的这个贸易战，其实现在如果仔细看起来啊，已经不仅仅是说贸易层面了，它更像是就刚才我们说的，已经说到了，其实是两种思想或者是两种体系、两种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方面的竞争。其实除此之外，你看现在中美也在争人才、争科技，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面儿是非常非常广的了。是的，你看人才方面，美国对中国人才的限制也很厉害，很多人才都不让进美国去交流，对吧？然后很多国务院、美国国务院下了很多指令，白宫下了指令，很多美国的高级的研究单位必须清除中国研究人员，起码中国研究人员不能当领导者或者一些主要课题的领导者，如果是也不给你发经费，让你自然的撤销，截止走人。对，而且敏感的东西也不能让中国去参与啊，各个方面的。对，这就是美国的霸权性，它要领先全世界。那对待这种情况下，有些是事实，在博弈的过程当中总有进和退。我想中国实际上在这方面相对来说还是灵活性还是比较大的，对吧？该妥协的地方可能会有妥协，但是该有底线的地方是绝对不会放的。是，这是毫无疑问。无论这个贸易战的规模延伸到金融战、人才战、这个科技战各个方面战，甚至包括军事战，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国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是，来我们来看吧。可以减缓，可以做这些妥协，但是绝对不会放弃。是。而且我也相信这当中来来回回的双方妥协走一步，双方再妥协走一步，但是这个你说结束那是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是一方面。当然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了很多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也算是在另外的一片土地上现在正在经历的变革，就是在欧洲。今天英国新西兰的时间是差不多快到明天了，英国那边呢就要真正的进行大选了，而且这个脱欧可能也会对整个的背不住欧盟的局势都会做出一些改变。那Peter老师，我们也观察这个英国脱欧啊几年了，你说会不会在明年我们看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呢？
英国今天的英国时间大选，对吧？对呀。然后大选的结果呢，现在从民调上看哈，这个保守党执政党应该是会获胜。如果获胜的话，脱欧铁定无疑。只有一点点小可能会发生变化，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所在的选区，有一个工党的选举人，他是伊朗籍的，他如果在这个选区胜了约翰逊的话，那约翰逊就进不了国会，那首相都没有。反正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这是很多媒体没注意到的问题，这是一个小焦点。如果一旦是这样的话，约翰逊就下来了。那约翰逊下来之后，会不会让保守党内部突然在脱欧方面反脱欧的保守党站上台呢？恐怕也不大。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逊已经开除了很多什么反对他的人，对，所以他这个班子还在。是。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基本上英国脱欧的这个局势还是在，除非民意调查不准，因为民意调查不准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现在看来，民意调查的这个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差距啊，大概8%到9%之间。对，反正说缩小，但是也还在的。对，差距还是蛮大的。如果说不准的话，也不会这么大的差距。所以看吧，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对，然后脱欧的这件事情，反正呢，现在我们来看脱欧，只不过它只是一个开端，就说脱了和不脱了。当然，现在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是脱欧脱定了，那么它也只是一个开始。对于英国来说，你说签了这个协议，才算是他们真正要怎么样走下去的启程点。所以说，我们就来看吧，到底英国会怎么样？当然，这个大选的结果倒是很快就能知道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消消停停的过个圣诞节了。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推论。因为现在很诡异的，在英国就是从这个选举来讲，大家都认为这个选举是脱欧之选举。对。啊，那么很多人是不想脱欧，但是民意调查呢又支持脱欧的政党保守党为多，所以这里头有点矛盾，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样啊。但是真正如果保守党上台了，跟欧洲签了脱欧协议之后，还有一段过渡。对呀。所以英国也乱不到哪里去。也乱不到去。在这段时间，英国会加速跟美国谈自由贸易，甚至可能跟中国要加速谈自由贸易，因为它可以单独谈自由贸易了嘛。对。所以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一个是大的这个同盟国，一个是大的什么国际市场这个大的贸易国，所以这两个它都会抓紧。是。好了，我们来看吧，这件事情应该这个戏呀，不知道到明年年底的时候能不能演完都不知道，是不好说，不好说。当然，明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大选更热闹，所以说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吧。接着呢，我们就来说回到，其实，在今天早上我问到大家说，这个整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朋友是提到了70周年的这个庆典。必然2019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甚至是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可能要起承转合的要进行变化的一年。那么对于 Peter 老师来说，您看今年的这2019年的中国，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2019年的中国非常不简单啊，非常不简单。我们看中国，我经常有句话叫宏观看中国越来越兴奋，越看越兴奋；微观看中国还是很担心啊。因为中国要看它各个方面，从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各个方面来看。那当然从70年。这个国庆来看，中国走了70年路程啊，这70年来比较下来，那当然是越走越好，越走越好。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从整个国际局势来看呢，中国跟欧洲和美国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在我称来，本质就是个殖民主义国家来说，中国跟他们的矛盾是加深的。这个矛盾加深不是因为中国引起的，而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提防中国，他们主动引起和发起了一些贸易战类似这样的对中国的一些敌视的态度，包括中国的5G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抵抗中国的抑制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些方式。忽然意识到，哎呦，中国起来了哟，对，可不行哦。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国际环境的确比以前差了比以前差了。你看，美国是带头打，其他国家西方国家实际上是蹲在旁边看。如果美国可以有极大的优势获得的话，可能这些西方国家都会跟着美国走。对，如果你们看过殖民史的话，你们就知道帝国主义的本性只有这样的。
不然不会有8国联军的。只要有一个国能够取胜，其他国都抱团，赶紧一起打，一起跟着。所以能分点啥分点啥。对，我的意思就实际上对中国来说，局势是非常非常严峻的。其实啊，好在现在这么说吧，就是欧洲和美国他们之间也有自己的矛盾。否则你说如果他们不是在这个时候有他们自己内的矛盾的话，那么如果齐头并进的一起对着中国，也是真的还挺麻烦的。对，我是感到这里要补充一句，就是说好在中国在顶着，如果中国不顶着，像日本那样干脆就同意了，你看了这些欧洲全部跟着美国人一起，对中国提的要求就更多，恨不得把中国拆了啊！所以现在这种矛盾对于中国来说，他们之间矛盾是小事，关键看中国这块肥肉掉不掉到水里来。如果掉到水里，大家一起上。不要小看哈，你们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这样啊，没有问题。那么总个来说，中国自己还有一个自己面临的自己内部经济的问题。第一个，中国经济在转换从高产量到走高质量，这个转换过程当中，中国要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这本身经济上就受很多影响。再加上国际局势，中国要对金融产生很大6稳，你们看到6稳稳就业、稳金融、稳什么稳金融放在第2位。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基本上对于国际的结算都是美金结算，美金是世界的霸主货币，所以跟美国跟西方的关系呢，又不能太恶，因为我们是借助于这个货币在世界上做交易。所以美国人现在看得出，他对伊朗都是用货币，直接就不让你用美元结算，用来阻碍人家国家的经济发展，破坏人家国家经济。中国也有可能被人家想这一招。对呀，所以这些都是中国的难题。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 Peter 老师，我们正好也到了这一节9点30分，稍作休息。其实中国的难题刚刚说的都是经贸方面的、金融方面的，还有外部的不稳定呢。一会儿回来我们也说说香港和台湾问题，也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是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着聊。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100年一瞬，终与您重逢。
由平安旅程携手盘达 TV 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达 TV 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的，欢迎回来，9点33分，我们继续连线 Peter 老师。Peter 老师您好。你好。好 ，Peter 老师啊，接着我们往下说，刚刚说到中国的这些内忧和外患，自己的转型、外部的压力，其实在今年很多人也是比较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其实在今年也显得更加的棘手。对，从反送中开始，台湾的选举等等各个方面的，其实给大陆方面也是无形的增加了很多的压力。那么Peter老师，我们也来稍微回顾吧，在这1年当中，香港和台湾的问题，以及呢这种问题会不会真的要持续很久了？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对中国来说，影响是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又可以说不会本质上影响到中国多少东西。第一个呢，首先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并不大并不大，而且它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它不是很大了，但是起码不如以前那么大了，对吧？不如以前那么大，对，但是中国政府曾经有个承诺，就是保持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要维持香港的、提升香港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一国两制也要做到的从这个角度上呢，香港又显得重要一些。是，对，所以但是香港问题呢，的确呢是这个特别是美国美国的一些所谓这个民间组织在里头上下其手，把香港问题搞大。实际上就像我上次说的，他利用香港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大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局之下，趁机把香港这件事在朝他们有利的方向做实一点中国就不会去怎么动，实际上是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对中国就用大连话讲很膈应人了是是不是？是对于台湾问题呢，讲老实话，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当然希望能够是利于统一利于台海长期和平的这种现象能够长期存在，但是整个台湾目前的地区的选举，这个大陆政府实际上是也做不了什么工作，没错，做不了什么工作，只能由它发展。但是有一点，中国统一的决心是绝对不会消失的不论你台湾发展到哪一步台湾必须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不论谁在台上，这一点都不会放的。是。我讲的更过分的话，其实就是香港共产党执政，对任何一个党只要在中国执政都不会放弃台湾。这我也相信，是，的确是，而且其实这件事情上有的时候香港问题的这个出现，有很多人就说是本来这件事情可能在97年回归的时候就该爆发，只是拖到了今天去爆发，反而是不是在现在爆发，比当时就进行这个就是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反对，会不会反而更好？也有的人说其实这也是给就比如说中国的政府上了一课，那么接下来你在处理这种所谓一国两制、所谓的这种回归的问题上，也要学习一些以前犯下的错误，或者是说呢一些失误吧，也或者是说不知道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的状况，也许以后在处理上就会更好了呢。
有没有以后我不知道啊，发生了就发生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香港问题很多不同的观点啊。对。但是其中有一个观点说，当时如果处理好了就好。说当时如果处理好是怎么处理好呢？是强硬的处理好呢，还是更软的处理好呢？没有做说明啊，没有做说明。但是我知道，香港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的发展要求，把香港这样处理是一种必然的情况。当然，任何必然情况过了若干年之后，反过来回想的话，可能如果怎么样就好了。所以没有拿那么多如果，是不是？历史没有假设啊，历史没有假设。是。哎，这个我们也来看吧，反正这也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但的确呢，在今年的这一年当中，香港和台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起码如果说台湾的这个选举，就是大家就你知道吗？就是短期之内的，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每一年都会发生，所以大家可能心里也有预期。但香港的这次的爆发，我相信大家心里没有这个预期，而且起码没想到它会发展到这么严重，所以我们一起也会来看。那么一方面，当然我们就说说这个中国在面对着这么多的问题的同时，其实它我们说最好的就是中国会积极的去寻求自己走出去或者自己走发展道路的这个方法。比如说“一带一路”也是在今年当中其实是得到了非常深远的发展和长远的这种进步的。对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啊，是一个的的确确对整个全球经济全球一体化，然后呢各个国家相互共同努力，朝着更好的全球经济、政治，整个框架的稳定发展，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倡议啊。这个倡议就是大家接受了，合作起来做。有些数据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实际上，中国在整个2019年的贸易额增加方面，在“一带一路”沿海国家的贸易额增加是最多的。美国从中国第二大贸易国变成第三大贸易国，第二大贸易国被东盟取代。是。所以这些局势都发生，就是说美国只是中国对外贸易一个部分，当然这个部分很重要，但它整个含量只占中国对外贸易的5%。这么少？对，它不是很高的。这个你知道，对外贸易对美国的贸易5%以下啊，所以它不是很高，但它对世界格局带来的影响很大。这个影响很大的，我们再三讲叫做特朗普不确定性，因为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带来美国政府的对全世界经济的这个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就变成投资和生产各方面都不确定，整个经济就受了拖累。这核心是因为美国对全球发生了关税战导致的，对中国呢就更多占了导致的。所以虽然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量只有5%，但是实际上带来影响超过5%。是。但是 anyway， 总的来说5%还是5%，只要在别的地方发展了，增加了贸易额的话，会起码从经济贸易上抵消了这部分损失，所以这是很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倡议。没错，的的确确对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落后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全世界500年殖民史，西方打通的最大的贸易通道是海上通道。当时殖民主义要发展，要去发现新大陆，也是因为陆上通道被阻碍了，被阿拉伯世界阻碍了，才去找海上的。没错，这500年下来都是走海上，但是中国因为有强大的基建能力、生产能力、制造能力，还是有条件的带领沿路国家打通陆上的通道。所以世界上今后不仅有海上通道，可能有很伟大的、很高速的陆上通道，把3个洲——亚洲、欧洲、非洲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美国会被边缘化的。没错，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一带一路很伟大，很伟大。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所谓的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虽然他们也抱团，但是其实你想想，无论从人口数量，他们所谓的这种面积上来说，地域上来说，它也真的只是地球上的一部分。是。其他的还有很大部分的，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的，或者说我们就说西方的这种国家当中的。所以其实他们如果要是真的能够有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们联系在一起，其实大家也都是乐见的。Why not？ 对不对？对的，就是花时间嘛，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中国一定要挺住，用时间换空间。
是，好了，还剩下大概2三分钟的这个时间，2分半左右吧。我想让Peter老师给大家展望2020年。您觉得就是在接下来，其实说2020年，也就是下个月就到2020年了。你觉得在明年的整个1年当中，大家有什么事情是非常值得去关注一下的呢？从中国的角度看呢，还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世界角度上看，我们把目光放到世界上去看。从世界角度看呢，希望中美贸易战尽快找到一个缓和的结果然后倒过来让全球经济摆脱不稳定因素。是这样的话，全国世界各地各个政府都容许布局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让经济尽快的恢复。现在全球经济都受影响，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个中美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损失，全球增长率可能是到了0.5%这个概率。哇！全球整个增长率才2.几，对呀，3%，下调0.5%，这是非常巨大的，非常巨大的。如果没有中国跟一带一路或者跟周围邻国，包括东盟、欧洲这个贸易量的扩大，那经济是更差。是，好在中国有生产力去开拓这些另外的新的市场，把它开拓好，而且中国开拓市场的态度不是霸权主义的态度，是有商有量的，共赢的，带来一个新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新的理念、新的知识，不带入政治观点的，这对经济的改造是有好处的是。那么反过来，因为中美贸易战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从全球的角度上，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中美贸易战，要把它缓下来。从这个角度上，如果中国政府有相当多的若干的妥协，我认为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接受和原谅。没错，不能去过多的指责，是不是？只要中国发展的底线，就说中国制造2025这个大的发展框架不被美国人干扰和阻止的话，其他的暂时的让步都是可以的。好的，时间因为也到9点45分了，我们也是代表所有的听众观众，也代表我们自己的电台电视台，非常感谢Peter老师这1年当中跟我们每一周都进行的连线。当然了，这个今年也是祝Peter老师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和这个我们说元旦吧。明年我们再继续跟Peter老师接着聊了。谢谢Peter老师，谢谢Peter老师，谢谢2位主持人，我也谢谢。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n、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
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三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好，9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大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继续啊，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最后一节了。哎呀，时间不是明天还有呢，别弄了。不是今天最后一节，今天最后一节，就是当然了，跟 Peter 老师的连线是今年结束了，是有点感叹啊，就是说时间过得非常快。你想，我们跟 Peter 老师这一年当中、几年当中，也见证了很多大事的发生了，几乎所有的大事我们都一起探讨过、关注过，而且大家呢也习惯了听到 Peter 老师每一个星期的声音，而且大家还会就提前都会把问题给问上来，到时候跟 Peter 老师一起来探讨。你想想，明天啊，就是玉山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期了，忽然间觉得到年底了，而且最近你知道有热搜上有一句话叫第一批90后30岁倒计时啊，是。那到了20年，可不是90后，这90年的已经30了吗？好可怕呀！90年都30岁了。哎呀，就我们口中的90后，就这样30岁了，而且不是说奔3了，这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就到了30岁的这么一个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但是你说岁月催人老，30岁意味着什么呢？可能还真的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呀、民族啊。意义不同，而且对于现代人的30岁，以前我们会说30而立，在我们父母的那个年龄的那个时候啊，就是父母30岁的时候，的确可能他们要成家立业了，要基本上有工作，也有家庭，甚至有孩子了，就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是你说现在的30岁，不代表就叫而立吧？我觉得，好多30多岁了还没立起来呢。我觉得35岁。哎呀，很难讲，这个现在真的很难说。反正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复杂，不是说30还没立起来，就是跟自身的这个能力有关系。对，这跟社会方面也有很多因素。对，很多切实的周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呀、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了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以前你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进入到自己的职场当中了，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会选择，起码我要念完研究生，继续深造。那你对不对？你一下子又往后延了2年，读完出来最起码最快的也得26、7了吧？所以你说3年你怎么就能够打出自己一片天？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啊，这个30而立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正好2019年快要过完了，稍微感叹一下。好了，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再跟大家来多说一条新闻。这件事情也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不是圣诞节就要到了，夏天来了，大家陆陆续续的就会去海滩上去游泳啊、玩耍啊等等。现在呢是这个。我们说新西兰这边的海上救援的机构发出了个警告，说呢，他们是希望政府能够直接出就是法案去禁止，但是呢，现在因为没有，所以他现在只能是说提倡大家不要把那个大型的充气的那种海上漂浮的玩具带到海洋上。他说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新西兰的救援队，他说好多次了，都是大家就是那种很大型的，你知道吗？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什么火烈鸟的，然后有什么那个就这种玩具，然后就放到海面上，不会游泳的会游泳的就坐上去玩嘛。但是他说呢，因为海上瞬息万变，有很多的时候啊，来一阵风或者之类的就会被吹走。
它就会吹到海洋的深处去。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其实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而且他说他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随着这种 toy 特别流行之后，这个现象越来越多。因为这种比如说这种充气玩具啊，本来是为游泳池设计的，所以相对来说呢，它就没有其他的考量，它就叫pool toys， 对，就是游泳池的玩具。可是大家就开始把它带到海上了，但是海上有浪，还有风，所以就出现了好几次类似的危险。所以这个如果说被带到这个大洋深处以后，如果说人没在上头啊，单纯的把这个玩具给吹走了，把这个泳圈或者说小浮岛那倒无所谓，那也是一种环境的污染。当然这个量可能会比较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关注到大家这个切身的安全。你要真是想玩的话，最起码上头挂个保险绳之类的，对吧？但是大家就是说就不要带。然后他还有呢，就是说就提醒了，但是他也知道，就是说呢，不会有那么多人听的，该带去玩的还会带去玩的，大家就会说，哎呀，我不飘远就完了呗，飘远了我就下来。但是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忘了，或者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离海岸到底有多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就是在提醒，说是什么呢？就说如果真的touch wood啊都不希望，但如果真的这种情况发生怎么办？不要跳下去游回来。他说不要从这个玩具上跳下来，你认为离海岸很近，你可以游得回来。他说这个是个非常愚蠢，或者是说其实不对的方法，因为你海洋上你还有暗流，就我们说的离岸流等等各个方面的，你以为你游得回来，看距离你是能游回来，但各种因素影响你也许游不回来。所以他说啊，最好的方法还是你呼救，等专业人士去接你，你就在上面待着不要动。是。这个是最安全的，尤其是当你手上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可以漂浮的这种类似什么，对，起码你暂时性命无忧嘛。是你这样使劲往回游的话，这个说到离岸流啊，真的是夏天也快到了，很多朋友愿意去这个海滩游泳啊、冲浪啊什么的。这个离岸流说起来很吓人，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一个是保持镇静，这是最重要的；再有一个就是，最简单的这种自救的方法，就是你先横向，横向往两边去游，脱离了这个离岸流的这个范围之后，你再往海岸上面去游，或者是就等在原地去呼救，或者等待救援人员，其实都是可行的，也不至于那么危险。很多这个因为离岸流丧生的这个案例，我还真的是看了一下，就是很多都是因为最后力竭，然后没有能够成功的上岸。所以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同时，尽量的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就好了。对，他就是说，他说一切呢，不要眼看着那个距离，在海上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是有句话不叫望山跑死马呀，这是对，望岸游死人呀，类似于是真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还有呢，就是最近我估计很多朋友又出去钓鱼的、垂钓的、划船的。该穿救生衣穿救生衣，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还有就是呢，没有经验的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人带着你。是，我是真的亲眼目睹过我身边的朋友差点从悬崖上掉下去，就钓鱼啊，是被浪卷走的，脚底下滑，这危险的地方还是尽量别去。太危险了，我们当时真的都吓尿我都不足为过，那真的差一点啊就掉下去了。那个要掉下去，尤其是你前一段时间好像也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华人朋友嘛，然后钓鱼的时候他是被大浪卷到海里面，然后当时也没有穿救生衣。其实救生衣这个东西真的跟很多我们所谓的这种救生用品是一样的，可能你穿上它100回1000回也不见得会出一回事儿，但是就不要以为它没有用，这些东西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救命的。你看说那个我们说飞机上系安全带，成天听的说系安全带，其实没有人系，但是那段时间不是就发生过，不是事就是飞机上颠簸嘛，很多人都撞伤了，撞伤的全是没有系安全带，系安全带的都没事儿，就被固定在了座位上。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不要去拼自己的幸运程度在这种事情上，对不对？反正就是简单总结一下吧，这个临近假期了，大家在出去开心游玩的时候，不管是驾车也好啊，去游泳冲浪也好啊，去徒步也好啊，钓鱼也好啊，都是安全第一，对吧？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玩得尽兴。好了，时间关系，因为已经到9点57分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明天早上我们同样的时间不见不散喽。咱们明天见。